属鼠的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属鼠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由于生年地支与当年的流年地支重复，这在命理学上称作复寅，复汲取反反复复之意，所以属鼠人今年的运势相对来说比较跌宕起伏。今年对于属鼠人来说也是本命年，民间称的犯太岁。吉星方面，今年属鼠人有天德、月德二贵人相助，但是在凶星方面却受到病符、大号空亡等的影响，注定今年不是一个平坦的年份。由于今年属鼠人受到病符星的侵扰，今年需要多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病符星与身体病痛的关系密切，凡犯此星者，今年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不可像往年一样恶意透支，很可能会使得疾病爆发在今年。今年也尤其需要注意流血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外出的时候切忌麻痹大意，要好好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空亡凶星主多劳少得，今年空亡凶星入主，意味着属鼠人在事业上或者钱财的获取上可能会出现多劳少得的局面，所以今年属鼠人需要比往年更加努力和认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否则会整年无所得。除此之外，空亡星的出现对子女也有所不利，特别是需要备孕的属鼠人，今年需要格外注意，在备孕期间戒烟戒酒，调养好自己的身体，再要一个健康的宝宝。对于已经有孩子的属鼠人来说，也需要注意子女的行商问题。孩子今年在安全方面的隐患需要格外注意规避，比如果孩子每天途径事故高发地带，需要属鼠人好好叮嘱孩子注意安全，注意交通规则等。财运上受大号凶星入主，今年属鼠人在财运方面会消耗比较多，各种支出会增加，属鼠人需要注意做好理财规划，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花乱用，可能会入不敷出，造成财务危机。吉星方面，有天德星入宫，可以化解各种灾煞，特别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助属鼠人逢凶化吉。但是属鼠人也不能太过于大意，该注意和该规避的也需要好好注意和规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天德星可护佑属鼠人事业上比较顺利，今年有比较好的机会能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突破。有月德星相助，今年属鼠人可以有比较不错的贵人运，在大事上面容易遇到贵人相助，但是此星切忌心性悲观，属鼠人越悲观越不受帮扶。今年是属鼠人的本命年，坎坷挫折难免会有，但是属鼠人一定要记住乐观向上，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运势。总而言之，今年属鼠人运势相较于往年更加波折起伏，吉凶并存。属鼠人今年当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凡事尽力去争取，不要被困难吓倒或者打败，这样属鼠人才能掌握主动权，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属鼠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属鼠人事业运势相对来说比较坎坷。今年属鼠人在事业上犯太岁，会遇到小人干扰，在人际关系上阻碍颇多，公司事务上费力不讨好。所幸今年有天月二德吉星相助，能助属鼠人在遭人陷害时化险为夷。但是属鼠人在遭遇职场上的讥讽之时，可能有换一个工作环境的打算。如果你们是时机到了顺势而为，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抱着一种逃避的心态，想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建议属鼠人可以仔细斟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开端。逆境哪里都有，属鼠人不能通过妄图改变环境来改变自己的境遇，而应该首先想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当环境变得越发艰难的时候，这未尝不是一种对于属鼠人能力的挑战。属鼠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属鼠人的财运并不算太好，尤其是属鼠人的偏财运不佳。
正财方面，属鼠人今年如果克服太岁凶星对事业上的干扰，则不会受太多的影响。只要属鼠人在工作岗位上勤奋踏实肯干，今年还是有望升职加薪的。但是在偏财运上，切不可过多地指望这一方面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大的改善。在风险投资上面，属鼠人不应该将资金过多地用于高风险项目，能保本已是不错。而对于理财项目的选择，建议可以选择风险较低，但是可以不定期取出的类型，千万别为了追求高的投资回报率而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今年属鼠人在财务支出方面也需要加倍小心谨慎，今年有大号凶星干扰，财务支出方面比较频繁。属鼠人应该做好资金规划，给自己存好定额备用金，而不是等到急需用钱的时候捉襟见肘。属鼠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阁旗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鼠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属鼠人的爱情运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虽然有本命年犯太岁不良运势的干扰，但是月德吉星相助可以帮助属鼠人化解部分灾煞。总的来说，今年属鼠人感情运势比较平稳。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属鼠人的桃花运太过旺盛，这对于单身的属鼠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已经有对象的人来说则要加以防备。属鼠人虽然聪明机警，但是在感情上比较感性多情，容易陷入爱情困境中难以自拔。因此，今年有对象的属鼠人虽然在与对象的日常相处方面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与其他异性的相处上容易不懂得把握分寸，难免引起纷争与失缠，造成属鼠人与伴侣间的不睦和信任危机。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克制自己。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鼠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阁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鼠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鼠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鼠人的健康运势受到犯太岁以及大号空亡等凶星的不利影响，对于属鼠人来说比较不顺。今年属鼠人在事业和财运等方面运势受到阻挠，容易郁结于心，并且属鼠人有七窍玲珑心，对事对物比常人更敏感，所以容易忧思过多。今年属鼠人需要注意脑部疾病，特别是功能性的疾病需要格外注意。大号凶星入宫，说明属鼠人容易积劳成疾，对于身体的透支会加剧，以至于最终酿成大病。所以属鼠人今年在这一方面需要尤其注意，在工作的时候劳逸结合，不盲目追求工作时间的加长，而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将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并且在平时心情压抑的时候，也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饱一顿饿一顿。本命年运势本就起伏不定，如果因为运势影响了心情，进而影响自己的身体，导致今年生活各个方面全面下滑，这样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得不偿失。开车的属鼠人今年本命年要注意安全问题，开车时要遵守规则，集中注意力，不能赌气开车，更不能疲劳驾驶，容易引发意外事故。开车一族的属鼠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阁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鼠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
属鼠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双牛宝穗、琉璃摆件，作为鼠年本命年的喜庆吉祥物。双牛宝穗为两头健硕的牛围绕一起，首尾相接，外形如太极图案，且牛和扭谐音，有扭转乾坤、否极泰来之意。双牛宝穗为属鼠人本命年吉祥饰品，且鼠和牛为禄和贵人，借助贵人之力来期盼本命年平安顺遂、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双牛宝穗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鼠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子丑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鼠年出生的属鼠的人，2020年全年运势：2008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程。2008年出生的属鼠人进入庚子年，今年的运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属鼠人性格活泼好动，对待师长和前辈知礼节懂进退，所以2008年的属鼠人比较有长辈缘，能得到长辈的疼爱以及指点。在学习上，你们往往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属鼠人也相对于其他人快和牢固。但是因为今年大号凶星入宫，你们需要在学习之余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学业固然重要，但是现在你们也可以多多培养自己兴趣爱好，让自己劳逸结合，成为一个不是一味的死读书的人。1996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势。丙子年出生的属鼠朋友进入2020年，虽然今年一整年中不乏动荡起伏，但是总的势头还是不错的。今年属鼠人刚步入工作单位不久，在事业上你们能收起平时玩闹的心态，努力认真的将自己投入到工作当中，因此今年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注意，初入职场应该注意多做事，少出风头。让自己的时间多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无谓的争吵或者周旋上面。只有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了之后，才能让自己获得别人的尊重。世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才是正事。1984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势。1984年为甲子年，这一年出生的属鼠人在2020年与流年太岁天干庚金相克，因此运势起伏不定。今年对于1984年的属鼠人来说是比较有压力的一年，年进不惑，你们面临家庭和事业上双重的压力。在事业上，你们处于比较有挑战的时期，因为现在的你们面临着事业上的瓶颈期，在工作单位上待久了没有激情，再加上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今年你们可能会萌生辞职自己创业的想法。如果你们已经积累的差不多了，其实可以不妨一试，但是创业不比给别人打工需要慎之又慎，以免血本无归。1972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势。1972壬子年出生的属鼠人，天干壬水，在庚子年属于金水相生之势。今年对于1972年的属鼠之人来说，是运势非常不错的一年。即使有大号、空亡等凶星作祟，但是也抵挡不了今年流年对壬子年属鼠人的有利运势，再加上有天德、月德二吉星助阵，今年你们可以说是非常顺风顺水了。在工作上，你们容易得到老板的提拔，跟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和睦，下属得力，所带领的团队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在财运方面，今年你们的正财运势很旺，只要坚持在工作上持续付出，相信会有不错的进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在健康方面需要多多注意，能避免的应酬尽量避免，工作上的事情也可以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可以慢慢委托给信得过的下属帮自己分担一些。1960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势。1960年出生的庚子年属鼠人，在今年运势比较坎坷。由于生年天干地支俱与流年天干地支重合，今年你们的运势注定较其他属鼠人来说更为起伏不定。
今年你们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往年不注意的就急今年需要注意了，定期进行复查，以免病情反复。并且由于病符星入侵，你们也需要注意身边家人的情况，做好身体健康防范工作。1948年属鼠的人，2020年运势。1948年出生的属鼠人天干为戊土，而2020年天干为庚，五行属金。土生金，即金耗土，也就是说，今年流年对于1948年属鼠人来说是耗吉的。再加上今年有大耗凶星入宫，你们更加需要注意，特别是在钱财和身体健康方面需要多加提防。在钱财方面，今年有破财征兆，不可轻易听信他人言语，盲目投资，尽可能的选择比较稳健的投资类型。在健康方面，需要定期检查，以免小病拖成大病。花钱是小事，把身体拖垮了才是不值得的。五行属性：子水，幸运水晶，紫水晶，黑曜石。生肖排行第1位。财位：南方、东南方。本命佛：千手观音菩萨。桃花位：正西方。护法神将：毗羯罗大将。禄合属相，属牛。幸运色：黑色、蓝色、绿色。三合属相，属龙、属猴。幸运数字4、9。相冲属相，属马。相害属相，属羊。相刑属相，属兔。属牛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属牛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今年运势相对于去年来说还是不错的。吉星方面有天乙、华盖、福星等贵人入命宫，贵人相助，能让属牛人今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许多便利。但是在凶运方面也受到飞廉、灾煞、吊克、空亡等凶星入宫，让今年的运势难免会有一些阻滞和起伏。首先，受到灾煞、吊克星的侵扰，健康方面需要多加留意，特别是吊克星代表意外事故和亲人变故，属牛人今年需要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坚持锻炼，增强免疫力。灾煞对于属牛人的事业、财运以及爱情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在事业上比较容易被意外的琐事耽误，某些项目却总是遇到不可抗力因素阻挠，导致无法进展下去，耗费人力物力，最后却无功而返。在财运方面，属牛人也需要注意今年受灾煞的影响，会有破财的征兆，并且这种破财的征兆是不大明显的，有可能是身上的比较严重的暗疾，或者是意外惹上官非等。在感情方面，属牛人对灾煞凶星的感应更为深刻。今年属牛人与伴侣之间的争吵不断，会让感情出现裂痕。属牛人需要使得收敛脾气，遇到矛盾及时沟通化解，方能确保感情稳定如初。飞廉星对于属牛人来说，虽然某种意义上是一颗对事业有帮助的吉星，能让属牛人在事业上有决断力。但是在此星的影响下，属牛人会变得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听不进别人的有用的建议，导致下属和合作伙伴离心离德。所幸的是，吉星方面，属牛人受天乙、福星等贵人照拂，能一定程度上化解不利的情况，让危机得到缓解和逆转。特别是在事业运势上面，天乙贵人入命宫，让属牛人在工作中能够得到上司的提拔和欣赏，实现升职加薪的理想。总而言之，属牛人今年的运势整体还是比较顺遂的，虽然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但福祸相依，只要属牛人因势利导，利用好外界有利的条件，则可扭转乾坤，化险为夷，开创大好的局面。属牛人2020年事业运势。2020年鼠年里有飞廉星入命，
再加上天乙贵人帮扶，属牛人很大可能在事业上一展宏图。飞廉虽然是凶星，但是用得好的话，其作用还是很大的。对于老实本分的属牛人来说，虽然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但是也容易被他人忽视，从而未能得到重用。今年飞廉星入命宫，此星代表领导力和决断力，使得属牛人今年在工作中能让同事和领导看到自己的决断力和才华，无论是大小事务，都会有一番自己的主张与见解，让人刮目相看，因此也有比较大的机会升职加薪。今年有天乙贵人相助，在事业上容易遇到提携自己的贵人，在关键的时刻助属牛人一臂之力，使得事半功倍，获得满意的成果。今年属牛人在事业上可以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只要加强自己的自信心和决断力，关键时刻能让上级发现自身的才华，得到重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属牛人2020年财运运势。属牛人今年财运相比于去年有所下降，今年正财运势比偏财运势要好一些。今年属牛人事业运势较好，在飞廉以及天乙贵人的影响下，今年事业能够突破瓶颈，更进一步。再加上属牛人本身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今年在工作当中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可观的薪酬和提成。在偏财运方面，则不太理想，不可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投资，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可冒进，以免被套牢不能抽身。另外，属牛人今年的开支会比较大，事业上升带来的一系列的应酬以及家庭生活成本都会增加，再加上属牛人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标准较高，宁愿超前消费也要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这让属牛人经常入不敷出，拆东墙补西墙，因此今年要做好理财的工作，不可过于大手大脚及超前透支，才能有一定的盈余。属牛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牛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属牛人的爱情运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受天乙贵人的加持，今年可以遇到比较多的贵人，而这些贵人也能带来姻缘桃花，譬如通过他人的牵线搭桥认识到合适的对象。属牛人性格老实沉稳，做事靠谱，所以在婚恋市场上比较受欢迎。但是属牛人在与异性的相处中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心思，会让异性心生不悦，或者在相处中感觉乏味。属牛人需要注意自己这一方面的问题。虽然浪漫不需要天天有，但是偶尔为之是恋爱与婚姻生活中不错的调剂品和粘合剂。今年属牛人在感情问题上有灾煞星干扰，有可能会遇到并不是真心的异性。特别是单身的属牛人需要注意，避免被欺骗钱财和感情。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尽量少涉及钱财方面的往来，多了解对方的为人。认识异性时，不能光看其表面，要善于通过细节的观察来了解其人品，才不至于被外表蒙蔽。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牛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牛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牛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牛人的健康运势会受到灾煞星的影响。对于青少年的属牛人来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耗费比较多的脑力，并且作息习惯不好，让自己的身体长期疲惫状态。建议平时多补充一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
对于青年属牛人来说，今年需要注意肠胃的问题，平时按时吃饭，少熬夜，熬夜对肠胃的伤害很大。对于中年的属牛人来说，今年相对来说比较慵懒，平时缺乏锻炼，造成免疫力下降，容易出现一些小病小痛，建议今年要积极锻炼。而老年的属牛人而言，今年要格外注意四肢方面的疾病，特别是腿部，平时少受寒，多泡脚，亦可多外出走动，免得患上腿部方面的疾病。对于开车的属牛人而言，今年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可赌气开车，以免发生意外。开车一族的属牛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漕运格鲁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牛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牛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漕运格玄武衔之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玄武乃传说中的4大神兽之一，为一只蛇缠绕着一只灵龟，有凶猛祥瑞的含义，嘴里叼着灵芝，而灵芝有健康长寿的象征。玄武衔着灵芝，寓意为属牛人带来平安与吉庆。玄武衔之为属牛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且牛和蛇为3合贵人，象征着属牛人在鼠年里平安顺遂、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漕运格玄武衔之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牛人可随身带一串漕运格子丑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牛年出生的属牛的人2020年运程。2009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程。2009年出生的属牛人进入庚子年，今年的运势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年纪尚幼，但是给人沉静稳重之感，比较讨长辈和师长的喜欢。今年在学习上需要多花费一些心思，解题的时候多从多个角度去解答问题，拓宽自己的思维，才更能体会学习的乐趣。另外，在学习中比较渴望获得长辈老师的认可，其实大可不必把长辈们的认同作为你们读书的动力，而是应该明白读书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知识更渊博的人。家里有属牛的小孩的家长需要注意这一点，从小培养他们独立的意识，不让他们仅仅是为了长辈的期待而做一件事情，否则以属牛人的性格，会比较难养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成年之后依然会非常依赖长辈。1997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97年出生的属牛人进入2020年，运势比较跌宕起伏。大多数人已经初入职场，由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只知道闷头做自己的事情，缺少相应的汇报和交流，在职场上容易受到前辈的打压。但是这个时候你们的牛脾气一上来，可能会不顾后果的想着大不了换一个环境。今年在事业上多有动荡，可能会多次跳槽而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工作的不顺心也让事业心重的你没有什么谈恋爱的心思。单身的属牛人可能会对身边对你们有意思的异性爱答不理，或者心生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们。而已经有恋情的属牛人可能会因为工作的不顺将怨气发泄给自己的恋人，长此以往让恋人忍无可忍，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所以今年属牛人应该注意自己运势上的弱势，同时尽量收敛自己的脾气，不能一不如意就想着辞职换下家，或者将情绪外泄给自己身边亲近的人。遇到问题先想解决办法，而不是发泄情绪，这样属牛人才能平稳度过今年。1985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85年出生的属牛人在2020年的运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缓。
你们今年进入而立之年，事业上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让你们觉得两难的是，身边的同龄人可能有一些诈富或者诈贵，让你们心生迷惑，思考自己应不应该安安稳稳待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领着一份不错但是比较固定的薪水。这种茫然会让你们今年度过温水煮青蛙的一年，一方面不愿意轻易放弃好不容易奋斗来的地位，另一方面并不满足于现状，并且担心以后再也没有力气瞎折腾了，希望尽最后的力气一搏。所以今年常常会夜不能寐，焦灼难眠。实际上，贪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应该要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并且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只想接受事物好的一面，而不接受事物差的一面。凡事有所取舍，做好充足的准备，避免患得患失。1973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73年出生的属牛人在2020年运势还是相当不错的。无论是事业运势还是财运或者感情运势等，都比往年要好很多。在事业上，今年顺风顺水，以前在事业上做出的努力，如今见到了成效，下属对你们心服口服，不仅佩服你的领导力，更加敬重你肯干实事的精神，真正的为公司创造效益。在感情上，跟自己的伴侣经过了多年的磨合，越发磨平了自身的棱角。如果说早年你们在处理感情问题上面会钻牛角尖的话，那么现在你们已经充分明白了夫妻之间包容的意义。今年跟伴侣的相处如鱼得水，沟通方面顺畅明朗，子女也比较听话。今年偏财运势还是不错的，如果有闲钱的话，可以试着将其中一部分投入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中，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在开销上面适当的紧一紧，不至于铺张浪费。1961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61年出生的属牛人今年运势比较坎坷。由于灾煞星的作用，今年的健康状况并不佳，经常有一些小病小痛缠身。不过在养生方面，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够到位。已经快到花甲之年，但是你们不太注意保养，总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时不时熬夜看电视或者喝酒抽烟等等，为身体埋下了隐患。建议今年合理安排健身计划。每天早睡早起，饮食上注意清淡，不可天天大鱼大肉，因为毕竟随着年纪的增大，消化功能逐渐退化，经常吃大鱼大肉不仅不会对身体起到正向作用，反而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隐患。1949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49年出生的属牛人今年运势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今年有灾煞等凶星入宫，但是有天乙贵人相助，今年你们没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平时的日常保养还是需要注意的。退休之后也可以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打发时间的同时让自己心情更愉悦，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财运方面，你们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需要注意自己的开支，不能毫无节制的花费，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打算。五行属性：丑土。生肖排行第2位。本命佛：虚空藏菩萨。护法神将：超度罗大将。幸运色：咖色、黄色、橙色。幸运数字1、4。幸运水晶：草莓晶、虎眼石。财位：西北方、北方。桃花位：正南方。禄合属相，属鼠。三合属相，属鸡、属牛。相冲属相，属羊。相害属相，属马。相刑属相，属狗。
属虎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属虎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生年地支为寅木，而庚子鼠年的流年地支为子水。木遇水，木有生发之势，今年是个充满活力的年份。吉星方面有天乙、天德、太阳等贵人入命宫，而凶运方面则受到阳刃、灾煞、驿马等星侵扰，会让今年的运势受到一些阻滞。由于受到阳刃星的作用，今年属虎人的健康需要注意。阳刃代表流血伤害等意外事故，今年恐有开刀手术之险，需要定期体检，争取防范于未然，把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驿马星代表今年属虎人会有事业或者居所方面的变动，譬如会离职自己创业，或者背井离乡去外地工作等，这些未必不是好事，只要把握好机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实行则可，无需太过担心。灾煞星的入宫会让属虎人今年有点力不从心，灾煞代表的是突如其来的煞气，会让一些明明成功在即的事情功亏一篑。属虎人应该更加谨慎，即使获得好的成绩，也不能得意忘形，否则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吉运方面，属虎人今年受到了天德、天乙和太阳三贵星加持，能护佑属虎人在生活中各个方面发展的红红火火，特别是事业方面，将会遇到许多贵人，帮助属虎人突破瓶颈，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同时，这些吉星可以帮助属虎人化解灾煞，带给属虎人好运。总而言之，今年属虎人的运势非常不错，需要好好努力，乘势而行，让自己更上一层楼。属虎人2020年事业运势。2020年庚子鼠年，属虎人的事业运势可谓是非常之好。今年事业上有贵人相助，很大程度上帮助属虎人获得更好的机会。对于工薪一族来说，今年极易得到上司和下属的认可，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表现机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今年有灾煞的影响，在项目执行上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很容易导致项目半途而废，让前期投入的成本打水漂。但是幸亏有贵人运加持，属虎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获得外界的力量辅助而克服困境，只要自己不放弃，在项目上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成功的。对于创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生意规模有着一定程度的扩大，加上属虎人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能力，在生意场上可谓是如鱼得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谨防合作伙伴不守信用，因今年属虎人容易遇到小人暗害，所以在人际交往上需要留一个心眼。属虎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属虎人的财运波动比较大。由于今年的事业运比较旺盛，正常来说，今年的正财运势也应该不错。但是属虎人今年因为受到驿马星的影响，在工作上多有变动，导致收入有不稳定的趋势，并且可能需要去别的地方发展。在财务上的支出，比如安家费用会比较多。属虎人在财务上需要做好比较合理的规划，如果真的需要变动工作的话，也需要确保自己的资金能够支持到自己找到工作之后，不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在偏财运方面，属虎人今年的运势是不错的，可以试着将多余的资金投放到一些比较成熟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里面去，让资产保值增值。属虎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阁旗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虎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属虎人的爱情运势是非常好的。属虎人性格胆大，颇具领导魅力。在与人相处方面很有心得，总是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意，因此能获得异性的好感。
今年有天乙贵人的帮助，单身的属虎人有极大的可能性可以寻到心仪的对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今年有灾煞的作用，可能会遇到别人挖墙脚等行为，属虎人需要维护好与伴侣的感情，不让其他人有可乘之机。对于已经有稳定关系或者已经结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没有问题，甚至有越来越好之势。但是属虎人的脾气比较大，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大发雷霆。这在你们跟伴侣感情好的时候可能弊端不显，但是再好的感情也会出现裂痕。属虎人应该多收敛自己的脾气，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只有拥有一颗同理心，才能让自己的言行更有利于感情的发展。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虎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虎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虎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虎人的健康运势由于受到阳刃、灾煞星等影响，状况并不太好。阳刃星主流血等意外事故，加上属虎人性格比较急躁，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凭借义气就跟别人打架斗殴，惹出是非。今年尤其需要注意收敛自己的脾气。阳刃星的影响会让属虎人的脾气比以往还要暴躁，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做一些修身养性的爱好，例如看看书、练练书法等，这样有利于平缓阳刃星对于属虎人的影响。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属虎人都要记得躲避金属利器，平时少往钢筋水泥等建筑工地跑，以免出事。在家里削水果皮的水果刀、切菜的菜刀用完之后，要记得用刀套好，或者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碰到磕到。今年由于受灾煞星的影响，小病小痛也是不少的，不能仗着自己平时身体硬朗就对小病一拖再拖，这样很容易拖成大病或者比较难根治的慢性疾病。开车的属虎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而违规，容易导致意外发生。开车一族的属虎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虎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虎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凤舞刺锐、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凤舞刺鹿为一只凤凰在竹子上呈翩翩起舞之势，凤凰乃传说中的祥瑞吉庆之瑞兽，而竹子有万古长青、节节高升的含义，寓意着福禄临门、祥瑞安康、步步高升。凤舞刺锐为属虎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虎人在鼠年里平安顺遂、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凤舞刺锐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虎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银亥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虎年出生的属虎的人2020年运程。2010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程。2010年出生的属虎人进入庚子鼠年，今年的运势还是不错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学业上都不需要多操心什么。今年可能会生一些小病，但是没有大碍。但是平时还是要多加注意，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少吃一点学校门口的不卫生的零食，以免病从口入。在学业上，你们聪明好学，伶俐上进，往往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少与人攀比，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攀比会培养属虎人的轻慢心，一个人一旦心生傲慢，就很容易沾染一系列不良的品德，比如虚荣、伪善等等。有属虎小朋友的家长需要注意了，平时多让他们在学习学校课程，同时看一些培养德行的书，让他们从小养成谦虚踏实的品德。1998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1998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很多属于大学刚毕业的年龄，这个时候你们要么出涉职场，要么继续深造学业。对于出涉职场的属虎人来说，今年的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属虎人敢想敢干，创新进取，是公司的一股新鲜的血液，让公司散发更年轻的活力。你的能力也比较出众，容易引起上司领导的注意，让你得到更好的锻炼。但是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再加上属虎人性格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在面对前辈的时候缺乏敬畏心，长此以往容易让人生厌，会对属虎人的职业生涯产生阻碍。所以初入职场的属虎人应该注意自己性格上的劣势，扬长避短。对于继续深造的属虎人来说，很有可能考上自己比较心仪的研究所或者学校，继续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或者转行跨专业研究。今年在学业上比较顺风顺水，得心应手。但是在学习之余，不要忘记学一些别的技能，让自己全面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1986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庚子鼠年运势欠佳。丙寅年出生的属虎人的生年天干丙火与流年庚子的天干庚金有相克之势，今年对于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来说，运势其实并不算太好。在事业上容易遭到身边小人的暗害，让属虎人在一个职位上一直得不到升迁。属虎人应该检视一下平时是否因为自己的脾气得罪了哪些人，为的事业埋下了雷。有雷的话尽量排雷，没有的话今年需得更加努力，突破瓶颈，用自身的努力克服本身运势上的缺陷。在感情方面，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大多数已经成家生子了。今年跟伴侣感情较和谐，但是因为灾煞的作用，婚姻恐有第三者插足的风险。建议属虎人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多关心伴侣的感受，跟伴侣之间时不时多体贴关怀，避免第三者插足。健康方面，今年需要注意血压和肾脏方面的问题。因为平时应酬比较多，再加上属虎人今年事业上带来的不顺，可能平时经常熬夜。长此以往下去，不仅会让属虎人的肾脏出现很大的问题，还很有可能因为熬夜引发低血压猝死。属虎人在今年需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平时到点就睡觉，宁愿早上早点起床，也不能晚上睡得太晚。1974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1974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运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今年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财运上等，都比较顺心如意。在事业上，今年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属虎人做事情有魄力，并且擅长干实事，而不是做一些花架子，能得到公司老板的器重和下属的追随。今年你们能在多方协助下干成不少重要的事情。对于自己创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可能会开拓自己的市场，在将自己的专长做好之后，不忘将触角延伸到你们比较看好的新兴市场。虽然今年事业运势不错，有很大可能成功，但是还是需要谨慎行事，多了解市场再做决策，切记不打无准备的战。财运方面，今年无论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偏财运势比往年几年都要好。
建议属虎人可以在保证本身资金运行充足的情况下，将多余的资金进行理财规划，可以投入到一些低风险、收益比较有保障的项目里，切忌贪心涉及高风险，以免血本无归。1962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1962年出生的属虎人，今年的运势相对来说比较坎坷。由于阳刃星以及灾煞星的作用，属虎人今年的健康运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建议今年在身体方面多注意保养，平时注意锻炼身体，饮食上多清淡，少荤腥。有条件的属虎人可以在平时饮食的基础上搭配一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毕竟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对于食物营养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弱，营养缺口如果长期存在的话，势必会对身体产生本质性的不利影响。另外，属虎人在今年主要注意流血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平时自己过马路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驾驶出行的属虎人更需要集中注意力，全面留心路况以及自身的车况等，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1950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1950年出生的属虎人，今年运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你们已经到了古稀之年，跟老伴感情不错，子孙也比较孝顺有出息。在退休之后，你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平时有自己退休后的交际圈，能够安享晚年。但是属虎人不能忘记日常的保养，平时可以做一些体力范围之内的运动，但是切忌像年轻人一样做剧烈运动，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损耗。今年你们可能会遇到亲戚朋友借钱的情况，需要量力而行，毕竟你们现在的收入不如壮年时期，虽然老了日常开支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存好一些保障金，以免以后遇到突发或者意外情况等无钱可用。五行属性：寅木。生肖排行第3位。本命佛：虚空藏菩萨。护法神将：真达罗大将。幸运色：蓝、灰、白、橙。幸运数字1、3、4。幸运水晶：虎眼石、黄水晶。财位：东南方、西北方。桃花位：东方。禄合属相：属猪。三合属相：属马、属狗。相冲属相：属猴。相害属相：属蛇。相刑属相：属蛇、属猴。属兔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属兔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由于子卯相刑，今年对于属兔人来说是刑太岁的年份。刑太岁是犯太岁的一种，民间的说法是太岁当头坐，无灾便有祸。犯太岁的年份对于对应的生肖来讲，运势是跌宕起伏的，但是并不是说不好，可能在运势上面会两极分化，因此属兔人需要格外注意。吉星方面，属兔人今年受到魁罡、月德、文昌贵人照拂。凶运方面，属兔人受到灾煞、飞廉、大耗等凶星干扰，让运势更加难以预料。灾煞凶星意味着煞气，今年属兔人会遭到煞气侵扰，让原本的气运蒙上一层阴霾。在事业方面，属兔人在灾煞星的作用下会碰到很多棘手的难题，让明明一件很好完成的事情遇到多方的阻挠。今年在事业上需要警醒自己，加倍谨慎，并且要拿出比往常更强的毅力，一往无前，这样才能越挫越勇，最终把灾煞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感情方面，由于灾煞的干扰，会让属兔人与自己的伴侣产生比较多的矛盾，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受到阻滞，感觉双方隔着一道屏障。
为了克服灾煞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和伴侣之间坦诚相待，为今年感情运势上的不利做好万全准备，而不是任由坏运势破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财运方面，由于受到大号凶星的影响，今年有破财的征兆，在钱财的获取上面本来因为有灾煞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容易。又碰上破财运势，今年属兔人需要耗费更多的心力，才能在钱财的储蓄上面做到比较好的地步。健康上受到刑太岁的影响，今年会有一些小病小痛，但是无需过于担心，平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有病及时防治，将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小。吉运方面，今年属兔人受到魁罡贵人的加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较有斗志和拼劲。魁罡贵人加持的人拥有顽强的斗志和绝不服输的精神，这对于刑太岁的属兔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犯太岁的年份最忌讳心智不坚，遇到困难半途而废。因为犯太岁的运势并不太好，运势上的反复让属兔人很容易跟随坏运势破罐子破摔。但是魁罡贵人的加持，就让属兔人的内心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以及不屈服的耐力，是一剂力量非常厉害的强心剂。月德和文昌贵人能让属兔人抵挡一部分太岁和灾煞带来的煞气，给属兔人带来不错的运势。总而言之，今年属兔人的运势在刑太岁的影响下会有一定的起伏，但是因为有吉星加持，属兔人在很多方面可以化解犯太岁以及凶星带来的灾煞。所以即使今年犯太岁，属兔人也不应该心生悲观，而是要更加努力去克服运势上带来的不利，让自己顺利度过2020年。属兔人2020年事业运势。2020年庚子鼠年，属兔人的事业运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由于受到犯太岁以及灾煞的影响，今年属兔人在事业上会遇到比较多的阻挠。对于工薪一族的属兔人来说，今年属兔人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会遇到同事的刁难或者使绊子，导致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差错，遭到了上司的苛责以及同伴的抱怨。对于自己创业的属兔人来说，属兔人今年需要注意跟自己的合作伙伴的关系。虽然很多事情讲究人情往来，但是涉及到生意上的事情，最好还是要有一定的章程，按照规矩办事情，否则很容易引起纠纷。好在今年属兔人有魁罡吉星坐镇，不论是工薪族的属兔人还是创业的属兔人，今年都能排除万难，从哪里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风雨是暂时的，只要有恒心去克服困难，属兔人今年的事业是可以蒸蒸日上的。属兔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属兔人的财运运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正财方面，由于今年属兔人在魁罡贵人的影响下能做出一番不错的事业，使得升职加薪成为了可能。对于自己做生意的属兔人来说亦然，今年你们可以在原来的市场基础上开拓出新的市场，并且你们今年有贵人相助，资金比较充足，可以有资本去把产品做好做细致，使得可以分到细分市场的一杯羹。在偏财运势上面，属兔人还需要更为谨慎一些。今年属兔人的偏财运势相对较弱，属兔人在风险投资上面应该更为慎重，不应该将大额资金在光听信别人的基础上面用于投资高风险项目，可能会导致很难收回成本。另外，在财务支出方面，由于今年大号凶星入属兔人的命宫，今年属兔人可能会在很多不必要的地方花费太多，导致钱财的乱花乱用，这一点属兔人需要格外注意。属兔人应该在平时做好支出规划，定期的检查自己支出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自己乱花乱用较严重的情况下，短时间的每天做好反省笔记。这样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属兔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恶习。
属兔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兔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属兔人的爱情运势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好。今年属兔人在爱情上面容易受到灾煞凶星的影响，对感情不利。单身的属兔人在本年比较难遇到合适的对象，即使有中意的对象，可能也会因为种种的因素不了了之。虽然不好的感情运势占一部分原因，但是属兔人应该着眼于自己本身。性格方面，属兔人虽然温和，但是有时候过于绵软，这对于单身的属兔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会给人一种缺乏魄力的感觉。建议单身的属兔人可以先从性格入手，多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再辅之以对自己本身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属兔人的良缘应该在不远处。今年对于已经有对象的属兔人来说是比较难熬的一年，你们跟伴侣之间可能有比较多的争吵，并且今年属兔人要注意可能有被插足的风险，因为你们与伴侣之间由于争吵，感情变得比以往脆弱。建议属兔人今年在感情方面要好好的自己的伴侣多沟通。两个人在一起都是相互包容和谅解，这样的感情才能经历时间沉淀，历久弥新。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兔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兔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兔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兔人今年的健康运势相对来说并不太好。由于受到灾煞以及大号凶星的影响，属兔人今年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灾煞凶星主平时疾病缠绵，及今年属兔人会有一些小病小痛，经常反反复复。除了运势使然，属兔人应该多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的锻炼。平时如果得了感冒之类的疾病，需要遵医嘱按时按量吃药，一次性把感冒治好，而不是什么时候想起来吃药就吃药，平时忌口的东西也照样吃，这样下去很容易把小病拖成缠缠绵绵的慢性疾病。今年大号凶星入宫，对于属兔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不好的影响。属兔人平时应该注意营养物质的补充。大号说明今年属兔人的身体可能会损耗的比较厉害。属兔人平时在工作当中应该尽量多注意休息，工作是做不完的，要学会劳逸结合。开车一族的属兔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兔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兔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灵狐双犬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灵狐双犬为两只灵犬蹲坐在葫芦的两端，灵犬有忠诚护主的象征，而葫芦则有招财纳福、健康长寿的传统寓意。双犬护主，葫芦纳财，有福禄安康、灾厄远离的美好祝福和寓意。灵狐双犬为属兔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且兔子和狗为禄和贵人、得贵人之力，象征着属兔人在鼠年里平安顺遂、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灵狐双犬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兔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卯戌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
不同兔年出生的属兔的人，2020年运程；2011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程。2011年出生的属兔人进入庚子鼠年，今年运势相对来说是很不错的。属兔人乖巧听话，很有长辈缘。在学校里面，你们很得老师的喜欢，平时做事细心贴心，让老师刮目相看，愿意把班级事务委托给你们。你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自己处理事务的能力。在健康上，由于今年大号凶星入宫，你们可能会将自己的心力过多地投入到学习当中，从而让身体有点疲惫。建议有属兔的小朋友的家长可以在平时的饮食上面多注意，让他们荤素搭配，并且在学习之余发动他们发掘1、2门体育爱好，这样的话有助于身体健康。1999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势。1999年出生的属兔人，大多数还是在校大学生，面临着毕业找工作或者继续深造的选择。你们会有比较多的困扰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不过好在你们迷茫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在魁罡吉星的引领下，你们能马上找到自己的行动力，破开迷雾。虽然你们可能还是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你们会马上行动起来，找自己的师长或者信赖的学长学姐请教这方面的规划，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建议无论是找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的属兔人，在大学快结束的这段时光都需要好好把握，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将时间用在效用最大的地方，因为这段时间如果利用好了，能为你们未来添加非常大的助力。不过属兔人在今年也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今年会有身体过度损耗的情况出现，建议属兔人合理作息，定期锻炼。1987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势。1987年出生的属兔人在2020年庚子鼠年刚过30而立之年不久，在事业上你们也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在公司中慢慢的进入了中坚力量的行列。今年你们在事业上的发展比较顺遂，无论是在下属员工的管理方面，还是在上面老板面前的表现方面，你们都做得得心应手。在财运方面，你们今年可能会面临比较困难的境地，因为这个时候你们一般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小孩的抚育需要耗费比较高的费用，加上你们夫妻一方可能要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一段时间，以及逢年过节以及亲戚朋友红白喜事等各种人情事务的往来，都会耗费大量的钱财。所以今年你们难免会有忧思过重的情况，建议属兔人放宽心，这段时间能不花费的尽量少花费。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属兔人可以在工作之余赚点外快贴补家用，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975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势。1975年出生的属兔人在2020年运势比较平稳。今年你们的事业运势不错，今年可以做成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为公司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迎来了升职加薪的机会。感情运势上面，由于受到灾煞凶星的影响，今年你们跟伴侣之间的感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平淡的夫妻生活过久了，你们对爱情没有了当初的激情，因此心里可能也慢慢不太重视对方的感受，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导致爆发许多的争吵。激情退却加上争吵带来的关系的裂痕，今年属兔人的婚姻恐有第三者插足的风险，属兔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在和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多体谅对方，并且平时可以多制造一些小惊喜、小浪漫，帮助自己的爱情保鲜。1963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势。1963年出生的属兔人，今年运势相比于去年来说较平稳。今年无论是在财运，还是在感情或者健康方面的运势都不错。财运上面，你们今年能够有不错的进项，特别是偏财运势会比较好。
建议属兔人今年可以选择比较合适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收益多少倒是其次，主要要选择比较稳定可靠的项目，这样的话才能在保本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资产的增值。感情上，属兔人今年与伴侣之间感情和睦，经过了多年的磨合，你们的感情在度过平淡期之后越发的甜蜜。现在你们彼此之间没有秘密，两个人好的就像一个人一样，这种感情是以爱情为主线，辅之以亲情的一种比爱情更为坚韧和亲密的情谊。健康方面，今年属兔人病痛较少，但是属兔人也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定期检查。1951年属兔的人，2020年运势。1951年出生的属兔人，今年的运势还是比较好的。忙碌了大半辈子，你们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以前的你们可能因为太计较的事而让自己的生活绷成了一张弓，但是现在你们放下了很多，反而重拾了快乐和领悟了生活的本质。今年虽然你们的健康运势会受到灾煞的影响，有一些小病小痛，但是你们平时注意保养，加上乐安天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方面疗效不错。在钱财的储蓄上面，你们今年除了有固定的退休收入外，儿女们在钱财方面也会比较孝顺你们，让你们安享晚年。五行属性：卯木，生肖排行第4位。本命佛：文殊菩萨，护法神将：摩虎罗大将。幸运色：红、粉红、紫、蓝。幸运数字3、4、9。幸运水晶：红纹石、金发晶。财位：东北方、西南方。桃花位：东方。禄合属相，属狗。三合属相，属猪、属羊。相冲属相，属鸡。相害属相，属龙。相刑属相，属鼠。属龙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属龙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今年对于属龙人来说是运势较好的一年。因为今年属龙人的生年地支与庚子鼠年的流年地支没有刑克，所以大方向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因为今年吉凶星入宫的缘故，所以一定范围内会有所波动。吉星方面，属龙人受到文昌、天德贵人照命；凶运方面，属龙人受到灾煞、飞廉、病符等凶星干扰，让今年属龙人的整体运势出现一定的起伏。事业方面，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今年属龙人在事业上容易出现口舌等是非之争，白白消耗属龙人的精力，甚至可能会出现情绪的内斗，让自身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状态均受到不小的影响。并且由于属龙人内心过于刚强，往往过刚易折，很多小人会利用属龙人好面子的特点，让属龙人自乱阵脚，但是却可能因为自身顾及太多而对小人毫无办法。但是飞廉凶星因为主凶狠，能一定程度上让属龙人在事业上往好的一面发展，在公司事务的决断方面能做到快刀斩乱麻，别人不敢接手的任务，属龙人因为凭借着心里的韧劲能毫不畏惧，把事情完成得很漂亮。从这一方面来讲，飞廉凶星对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有利的。财运方面，灾煞的进入让属龙人今年有一定程度的破财，因为灾煞代表的是煞气，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影响好的气运，往往让原本可以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出现了意外。
感情运势上，受到灾煞和飞廉的双重影响，属龙人今年与恋人和伴侣之间多争吵，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引发了争吵，并且不吵个输赢，不轻易善罢甘休。属龙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平时和伴侣的相处要做到心平气和，凡事多忍让包容，多回想当初的美好，可能就再舍不得对伴侣有一分的怨怼。健康方面，由于有病符凶星的影响，属龙人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小病小痛，以往有旧疾的属龙人谨慎提防，以免复发。关于吉运方面，由于属龙人受到天德贵人的加持，往往能化解大部分灾煞，让凶星对于属龙人今年气运的不利影响减轻很多。文昌贵人主才艺、气质等，今年属龙人因为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在才艺方面比较出众。对于从事艺术方面的属龙人来说，今年可能会焕发较多的灵感，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在爱情方面，因为属龙人的气质，因为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吸引到不错的异性注意到属龙人，从一定程度上增旺了属龙人的桃花。属龙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龙人的事业运势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今年属龙人因为有灾煞凶星的作祟，会受到小人的口舌之扰，但是只要属龙人平时注意跟这些人保持距离，灾煞自然化解。并且今年因为飞廉带来的内心的韧性，属龙人可以在公司事务上有较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让自己经手的任务完成的迅速以及漂亮。再加上天德贵人加持，今年属龙人可以受到领导上司的赏识，在经过了他们给予属龙人的相关考核之后，能够给属龙人带来升职加薪的机会。经商的属龙人今年由于在事业上能够大刀阔斧地做出一番努力，事业上能够突破瓶颈，迎来新的面貌。今年属龙人的业绩能够提升的较为明显，公司在属龙人的经营和带领下，销售额能实现较为稳定的持续增长。建议属龙人好好把握今年这个难得的时期，平时在事业上多花点时间，仔细琢磨出更多的发展巩固之道。但是建议属龙人在公司运营方面应该合理合法，否则将会败坏这份来之不易的事业运势。属龙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属龙人的爱情运势相对来说较为一般。单身的属龙人由于受到文昌贵人的加持，能够给属龙人带来超群脱俗的高贵气息，在人群中较为引人瞩目。所以单身的属龙人今年在桃花运势上较为占优势。今年单身的属龙人能够吸引比较不错的异性，如果两个人多试着接触了解，也许能够成就不错的良缘。但是由于属龙人较为粗心且心急，再加上灾煞的影响，属龙人今年可能会在跟异性交往方面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比如被心思不轨之人以谈恋爱为由破财。属龙人这一方面应该尤为注意，跟看好的异性在一起之前，应该全方位考量好对方的人品以及谈恋爱的初心。另外，两个人尽量在财务上面相互独立，不可以因为好面子就大包大揽，这样很容易在对方是骗子的情况下让自己蒙受损失。已经谈恋爱或者已经结婚的属龙人，今年跟伴侣之间多争吵，并且由于飞廉作祟，属龙人的心思较拧，不肯轻易服输。一件很小的事情，如果双方各让一步，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是由于属龙人的不肯退让，让属龙人的恋人或者伴侣心力交瘁，易产生心灰意冷之感，从而导致感情的破裂。属龙人应该要仔细提防这一点，一旦发现自己吵架有不善罢甘休的苗头，就要立即掐断。
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龙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好运隔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龙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龙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属龙人的财运运势较好。由于今年属龙人在事业上容易成功，今年的财运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正财方面的收入。属龙人今年在正财方面能够得到比较不错的收益。工薪一族的属龙人今年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不仅能够得到升职的机会，而且还能有较大幅度的加薪，并且奖金也颇为丰厚。经商或者自己创业的属龙人，由于今年的出色表现，能够收获比较大的几笔订单，并且市场份额也能有所提升，为自己实现财富上较大的增长。偏财运势方面，由于灾煞凶星的影响，属龙人最好不要尝试较为大胆的投资或者理财项目，建议可以选择保守稳健型的。今年在风险投资方面能够保值已是不错，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利用过高的风险来实现较大的增值，否则容易有血本无归的可能。另外，属龙人今年恐有破财的风险，建议属龙人平时外出时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特别是价值比较大的物品，以防丢失或者盗失。属龙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旗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龙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龙人的健康运势较为平稳，但是由于今年有病符凶星入宫，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属龙人今年容易比较多小病小痛，建议平时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增强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由于今年属龙人在事业方面较为忙碌，很容易忽视自身的身体，饱一顿饿一顿，甚至经常性的熬夜加班，长此以往容易的较为严重的疾病，建议属龙人注意这一点。特别是对于职场和商场中坚力量的中青年属龙人来说更应该如此。平时上班时尽量全神贯注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到了饭点就按时吃饭，业余的时候定期锻炼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另外，由于灾煞的影响，今年属龙小孩的家人需要注意好他们的人身安全，平时注意让他们远离水患，以免发生溺水等意外事故。开车一族的属龙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龙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龙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路喜同春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鹿喜同春为一只梅花鹿和一只喜鹊组成，梅花鹿自古有吉祥长寿的含义，而喜鹊则代表喜事临门之意。梅花鹿和喜鹊构成了春天来临，万物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喜庆盈盈的景象，具有美好的寓意和祝福。鹿喜同春为属龙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龙人在鼠年里奋发向上，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鹿喜同春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龙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有辰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龙年出生的属龙的人，2020年运程。
2012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程。2012年出生的属龙的小朋友进入庚子鼠年，今年你们的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学习方面，由于今年有文昌贵人相助，你们聪明伶俐，对待功课的理解比很多小朋友快，并且能举一反三。课堂表现上，你们积极活跃，能获得老师和周围同学的喜欢，从而可能会被班主任等委任为学习课代表或者一些班干部的职务。财运方面，由于属龙的小朋友今年在学校表现良好，能得到家长的鼓励，收获不少的零花钱与压岁钱。但是健康运势方面，属龙的小朋友相对来说较弱，今年容易因为生一些小感冒，平时注意保暖，在父母的监督下加减衣物。平时多与小伙伴去做一些体育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同时也能增加自己的好人缘。2000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2000年出生的属龙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今年你们的运势还是不错的。你们大多数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你们在面对繁重课业的同时，也在一边规划着自己毕业以后的去向。今年你们在学业方面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之前在学习上有所松懈，但是在通过平时寒暑假的实习，知道了自身的不足之处以及专业技能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今年你们往往能在学习上下比较大的功夫，以期获得较好的排名以及相关的专业证书，来为之后毕业的去向加足砝码。今年由于灾煞凶星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可能会与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特别是同寝室的室友，更为容易起摩擦，这对于属龙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建议属龙人平时多收敛自己的脾气，尽量站在同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来增强自己的包容心，这样才能在比较和谐有爱的氛围中，让自己的生活发生持续稳定的进步。1988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1988年出生的属龙人进入2010年庚子鼠年，今年你们刚过而立之年。事业上，由于今年的好运势能够做出比错的成绩，特别是对于薪资形式以提成为主的属龙人来说，由于今年有飞廉星的作用，你们在工作当中充满了干劲，即使面对客户的刁难以及上面领导压下来的业绩指标，都能做到面不改色，埋头于自身的工作当中，以目标为导向，并且出色的完成任务。但是由于今年你们在事业上花费的精力较多，难免忽视伴侣和家人对你们陪伴的需要，从此以往跟家庭的链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间隙。建议属龙人可以和伴侣以及家人好好沟通这个问题，以期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另外，平时尽量提高处理事务的效率，多留点时间陪伴家人孩子，因为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样有利于属龙人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业。1976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1976年出生的属龙人在2020年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事业运势，由于今年天德贵人的加持，会有不错的发展。进入不惑之年的属龙人，大多数已为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者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人脉，进行了创业，在公司事务上已经较为得心应手。受飞廉星影响，今年属龙人的行事作风可能会与以往的作风迥异，较为刚硬和说一不二。对于管理人员的属龙人来说，今年你们能够带领下属将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上去，为公司创造出较为好的效益。但是需要注意你们今年的管理风格，不要过于武断和专横，以免获得适得其反的作用。感情方面，今年你们与自己的伴侣可能会就孩子的教育问题有所争吵，建议属龙人跟伴侣多交流，同时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切以尊重孩子为前提。1964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1964年出生的属龙人，今年运势还是挺平稳的。
工作方面顺风顺水，属龙的女性今年也已经退休，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夫妻感情方面，属龙人今年和伴侣之间感情向好，在经过了多年的磨合，两个人早已经对对方的想法以及选择的偏好了如指掌，更多的是给予理解和包容。两个人因此反而能度过相较于往年更为甜蜜的时期。但是今年属龙人可能会面临一些家庭琐事方面的困扰，子女已经成家立业，由于子女平时忙于事业，关于孙子女的抚养问题可能会落在属龙人的肩上，有的属龙人对此较为无可奈何。建议属龙人放平心态，家和万事兴。健康运势方面，由于今年有病符凶星入宫，属龙人今年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平时尽量劳逸结合，避免久坐伤身，可以多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强筋健骨。1952年属龙的人，2020年运势。1952年出生的属龙人今年运势较好。事业上你们已经退休了，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花费在以前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做的事情，可能有的属龙人会发展出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因此成就事业的第二春。财运方面，今年属龙人财运较为稳定，但是有一定的耗财的风险。建议属龙人今年在钱财的借贷方面谨慎一些，可能会出现别人借钱不还的现象。感情方面，属龙人不用担心，跟老伴之间虽然吵吵闹闹，但是无伤大雅，相互之间可以彼此体贴和照顾。健康上，属龙人今年需要上点心，平时定期做体检，特别是对于有旧疾的属龙人来说更需如此，防治旧疾复发。五行属性：辰土。生肖排行第5位。本命佛：普贤菩萨。护法神将：波伊罗大将。幸运色：金、银、灰白。幸运数字1、6、7。幸运水晶：红纹石、粉晶。财位：西北方、北方。桃花位：西方。禄合属相，属鸡。三合属相，属猴、属鼠。相冲属相，属狗。相害属相，属兔。相刑属相，属龙、字形。属蛇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生肖蛇进入2020年庚子属年，流年的支子属水，而属蛇人的生年地支巳属火，会有一定的相冲，因此属蛇人今年的运势有些起伏。吉运方面，属蛇人有月德、太极等贵人星加持；凶运方面，属蛇人受到阳刃、孤辰等凶星干扰，对运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属蛇人今年的事业运势没有受到凶星的干扰，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再加上有吉星月德贵人加持，在工作上不仅可以顺风顺水，还可以得到贵人助力。特别是在属蛇人一筹莫展之际，能够得到贵人较多照拂，事业上有所突破。鉴于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运势的顺遂，今年属蛇人的财运也是很不错的，特别是正财方面的收入较为稳定。但是因为流年运势出现一定的相克，所以今年属蛇人可能会破财，要小心谨慎为好。感情方面，受到孤辰星的影响，今年属蛇人感情运势较为动荡。孤辰星主内心孤独，今年属蛇人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孤独之感，特别是单身的属蛇人在与异性相处时，容易因为本身的原因不愿介入感情方面的事。有伴的属蛇人也经常会产生不被伴侣理解的感受，容易与伴侣陷入冷战，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健康方面，由于今年有阳刃星入命宫，属蛇人应该注意流血事件的发生。平时在家尽量将利器收好，防止磕到碰到。另外，也可以通过洗牙等方式化解流血方面的煞气。
总而言之，属蛇人2020年的运势因流年相冲影响有些波折，但是也无需太担心，因为今年在多方面也受到吉星照拂，只要平时能多加注意，一定可以平稳度过2020年的。属蛇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蛇人的事业运势相对来说还不错。由于受到吉星月德的相助，事业上较为平顺。对于工薪一族的属蛇人来说，受到贵人星的加持，在单位上能够得到同事或者上司的帮助，在属蛇人一筹莫展之际，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另外，属蛇人今年由于受到月德贵人的加持，在工作上也较为灵活，经常受到点拨启发灵感，这对于属蛇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建议属蛇人好好珍惜今年的好运势，争取将好运势加以利用和发挥，到时能够收获很好的成绩。对于经商的属蛇人来说，今年容易跟合作伙伴有话聊，或者遇到很合心意的合作伙伴，对方不仅是自己的贵人，还是战友。建议经商的属蛇人今年好好发掘，不要错过。属蛇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蛇人的爱情运势比较一般。今年属蛇人婚姻宫有孤辰凶星入宫，这对于单身的属蛇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单身的属蛇人今年在找对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挫折，容易心灰意冷。并且由于受孤辰星的影响，单身者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单着也挺好，因此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不上心。所以，单身的属蛇人2020年找到良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自己能够想清楚，克服孤辰带来的干扰，好好规划择偶之路。对于有伴的属蛇人来说，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较为平淡。今年虽然与伴侣间争吵不多，但是因为受到孤辰影响，可能会妨碍两人的亲密关系。属蛇人更喜欢沉浸在个人思绪和回忆里，对待伴侣有爱答不理的倾向。建议属蛇人要做好检讨，克服凶星带来的感情困扰。平时多感恩伴侣对自己的付出，同时打开心扉，多参与到两个人的互动中去。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蛇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蛇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蛇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蛇人的财运运势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正财运势。由于属蛇人今年事业上受贵人相助，工作效率提高，处理公司事务的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这对于属蛇人来说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属蛇人能够受到领导的赏识，有机会实现升职加薪。属蛇人今年需要稳住正财收入，平时多加努力工作，实现正财收入增长。偏财运势相对来说要弱一些，属蛇人要注意，今年不要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偏财运势上。对于需要投入大额资金的高风险项目，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将过多的钱财花费于此，可能会有破财的可能。另外，属蛇人今年可能会受到煞气的影响，有耗财的风险。建议属蛇人今年好好规划自己的钱财，不要将钱财看得太轻，多储蓄少消费，这样才能化解耗财之险。属蛇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蛇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蛇人的健康运势一般。
身体素质方面，属蛇人今年身体并不是很好，平时需要多加强锻炼，同时还要规律作息和饮食。今年属蛇人由于事业忙碌，经常遇到工作抽不开手的情况，废寝忘食。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不要将自身健康置之不顾。废寝忘食最容易消耗身体，可能会引发潜在的重大疾病隐患。建议属蛇人2020年无论多忙，都要及时放下手中的工作，按时吃饭作息。另外，今年由于有阳刃凶星入宫，可能会发生流血等事故，建议属蛇人平时少接触利器。家里的刀具、剪刀等利器用完要放好，平时少去施工现场，防止引发意外。对于属蛇人的小孩来说，今年需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接触金属利器，尽量远离水患，否则今年恐有水逆之灾。开车一族的属蛇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陶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蛇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蛇人今年可摆放一对陶运格瑞林护塔、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麒麟为中国传统瑞兽，性情温和，忠诚护主。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紫气临门。麒麟守护着宝塔，宝塔有生活事业步步高升之意，寓意属蛇人今年祥瑞临门，各方面更上一层楼。瑞麟护塔为属蛇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蛇人在鼠年里锐意进取，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陶运格瑞麟护塔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蛇人可随身带一串陶运格身四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蛇年出生的属蛇的人2020年运程。2013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程。2013年出生的属蛇人进入庚子鼠年，属蛇小朋友的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属蛇人聪明伶俐、灵动好学，颇受家里长辈的喜欢。在学校里与人为善，课业方面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课余之时还可以帮助老师同学分担一部分班级内务的管理。健康方面，由于今年有阳刃凶星入宫，建议属蛇小朋友平时尽量不要接触金属器具，即使不得已要用到的，也要及时放好，不能乱放，以免造成流血事故。2001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势。2001年出生的属蛇人，大多数还是在校大学生，面临着实习或升学压力。今年由于属蛇人事业运势良好，可能会得到贵人扶持，不会再迷茫，不懂未来之路在何方。今年属蛇人会找到以后专注的行业或目标，并且开始踏实将心思投注到上面。感情方面，由于属蛇人今年有孤辰星干扰，感情之路并不如意，建议属蛇人不要太执着，有机会就去争取，没机会的可先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创造机会。健康运势方面，由于属蛇人今年学业、实习等较为忙碌，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按时作息。平时有空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增强自身的体质的同时，还能愉悦身心。1989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势。1989年出生的属蛇人进入2020年，已步入而立之年。对于这个年纪的属蛇人来说，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今年对于属蛇人来说，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但由于89年属蛇人的生年年干与流年地支有些冲突，导致运势稍有波折。今年少部分属蛇人事业不如意，会出现心力交瘁的情况，建议这部分属蛇人平时多增加自身实力，事业上升期可多花些时间拓宽技能。
有条件的属蛇人可以报些培训班，或者攻读在职研究生，为以后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健康方面，属蛇人今年需要注意胃部方面的问题，平时少熬夜，按时作息。1977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势。1977年出生的属蛇人，在2020年运势比较不错。这个年份出生的属蛇人，事业上大多有所成就，且为人较为自信沉稳。在事业方面，属蛇人除了能够平步青云外，也会挖掘一些得力助手作为自身的左膀右臂。但要注意的是，今年可能会有旧友要求拉着你们创业，可能需要投入很多积蓄，建议属蛇人谨慎考虑可行性，以免血本无归，殃及家庭。财运方面，属蛇人上有老小有小，花费支出较大，所以今年应该做好资金规划，摒弃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平时的聚会应酬等活动应多加节制，多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健康运势方面，今年属蛇人身体状态较弱，平时应多注意保重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1965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势。1965年出生的属蛇人，今年运势相较去年而言还算平稳。今年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在财运或者健康方面，运势都不错。事业运势方面，由于属蛇人今年有月德吉星加持，能够收获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对于经商的属蛇人来说，今年会遇到贵人，能够提供对公司发展有利的意见，非常难得。财运方面，由于属蛇人今年事业运势颇佳，能够收获不错的正财。但是平时人情往来颇多，建议属蛇人好好规划好钱财的用度，量力而行。健康方面，由于65年属蛇人今年受灾煞侵袭，特别是年终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和防范。平时尽量少去煞气重的地方，多锻炼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避免被煞气侵袭。1953年属蛇的人，2020年运势。1953年出生的属蛇人进入2020年，整体运势还不错。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属蛇人，今年终于能坐下来享受下天伦之乐了。事业上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但还是会闲不住，想要学习新知识，建议属蛇人想好了就去做。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不停学习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财运方面，属蛇人今年容易得到晚辈的孝敬，自身的退休工资比较可观，再加上大半辈子积蓄放在银行或者投资带来的收益，加在一起是一笔大收入。今年属蛇人可能会遇到亲友或晚辈借钱的情况，建议属蛇人量力而行，不要因为面子就随便外借。身体方面，属蛇人今年更加看重身体健康，平时养生的功夫做得很足，所以健康运势很好。建议属蛇人再接再厉，努力坚持下去，保持良好的健康运势。五行属性，巳火。生肖排行第6位，本命佛普贤菩萨，护法神将因达罗大将，幸运色红、浅黄、黑，幸运数字2、8、9，幸运水晶紫水晶、粉晶，财位西南方、西方，桃花位正南方，禄合属相属猴，三合属相属鸡、属牛，相冲属相属猪，相害属相属兔，相刑属相属虎、属猴。属马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庚子鼠年，生肖马进入冲太岁之年，冲太岁的年份里运势难免会些动荡。吉星方面有文昌、月德两贵人星护持，凶运方面有灾煞凶星入宫。
由于受到冲太岁及灾煞的双重影响，属马人今年事业运势较为动荡，特别是人际关系较为紧张，与单位同事发生较多口角。建议在为人处事方面，尽量要与人为善，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不要带着情绪去工作。财运方面，属马人今年运势相对来说较为一般。正财运势方面，由于在事业上的影响，正财收入不稳定。属马人今年要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偏财方面，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偏财运较为动荡。属马人需要注意，今年不宜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特别是高风险项目。虽然收益看起来诱人，但是背后危险巨大，可能会血本无归。感情运势方面，由于受到文昌和月德贵人加持，本年度属马人感情运非常强势，尤其是单身属马人桃花运势最旺盛，可以趁此机会好好谈场恋爱。有伴的属马人今年与伴侣间的感情运势也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今年事业上的不顺，情绪上可能会有些压抑，面对伴侣强颜欢笑。建议属马人将自己工作上的困难压力与伴侣倾诉，让他们理解你的不易。健康运势方面，由于受到煞气的影响，属马人今年在身体健康方面需要多加留心，可能身上时不时会有些不适的症状出现。特别是对于属马的老年人来说，今年需要多加保养自己的身体。平时要定期锻炼，增强自身体质和抵抗力。有救急的朋友也要定期做好体检，以防突发疾病的发生。此外，煞气重的地方尽量少去，比如坟地、停尸间、灵堂等，这些地方阴气重，不利于身体健康。属马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马人事业运势比较动荡。由于受到冲太岁的影响，今年属马人在工作单位中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可能与同事发生口角，导致在单位里风评不佳，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升职加薪。建议属马人今年在人际关系上面要多花点心思，面对小人的挑拨，能不理就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场上少说话多做事总是对的。对于初入职场中的属马人，今年更要多加小心。冲太岁的年份，事业运势多有不顺，平时要低调行事，千万不可出风头，小心遭人嫉妒，进而被危害。业余时间可以多参加一些培训班，尽量快点熟悉公司业务，巩固自身职业技能，为未来升职加薪做准备。自主创业的属马人今年要万事小心，出现商机的时候不能立马就投入发展，要做好全方位的了解之后才考虑是否进行。对于喜欢投资的属马人，今年不宜进行大项目、高风险的投资，容易亏损。属马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马人感情运势可谓风生水起，感情生活丰富多彩。对于单身属马人来说，由于今年有月德以及文昌双贵人的加持，从而获得旺盛的桃花运。气质高雅加上良好的桃花运势，注定属马人今年在婚恋市场上大受欢迎，会有许多优质的异性抛出橄榄枝，这时候需要好好甄别再做决定。对于有伴的属马人来说，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还不错，但是今年属马人可能因为工作的不顺，与伴侣相处不融洽，比如无法开心的伴侣相处，有时候还会把工作情绪发泄伴侣身上等。建议属马人要把工作处理好，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伴侣商量。工作上的事情一定要及时处理好，不可将工作情绪带给家里人，容易破坏家庭和谐，不利于双方感情。
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马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隔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马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马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马人财运运势较为一般。正财运势方面，今年稍有动荡，因为今年事业较为波折，人际关系的困扰和工作上的压力，可能会让属马人产生离职的念头。再加上今年冲太岁动荡的事业运势，刚离职或者刚毕业的属马人难找到适合的工作，从而面临正财收入的断裂。对于想要离职的属马人而言，要想清楚，不要利用离职来逃避自己的不努力。对于刚毕业的属马人，求职不要有太高要求，要脚踏实地从自身出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偏财运势方面较为动荡，不建议将大规模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因为今年是冲太岁的一年，稍不注意就会有破财的危机，与金钱相关的事情一定要小心。一些喜欢炒股、赌博、买彩票的朋友也要适当节制，以免遭遇破财危机。既然今年偏财不佳，属马人要努力工作积累正财，等来年偏财运好之时再投资也不晚。属马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及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马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马人健康运势一般。今年受到灾煞的影响，所以在身体健康方面需要多加留心。平时应该积极锻炼身体，提高自身体质，这样才能抵挡住灾煞的侵袭。对于老年人而言，今年需要注意的是，平时尽量多做养护气血的运动。另外，由于今年属马人在事业上的不顺利，情绪上可能会有些压力，久而久之就会引发神经衰弱等问题。建议要及时排解这些压力情绪，可以通过定量的运动来缓解身心压力，当然也可以去旅游，放松身体。此外，由于今年属马人易受到灾煞侵袭，平时最好远离煞气重的地方，比如火葬场或者坟场等，居住的场所也要多通风，这样才能避免遭到煞气的干扰。开车一族的属马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马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马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犬虎迎鹿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犬虎迎鹿为一只猛虎和一只灵犬构成，猛虎有震慑百兽、威风凛凛之霸气，而灵犬有忠诚护主之精神。猛虎与灵犬共同守护，寓意着属马人祥瑞安康，远离邪恶。犬虎迎鹿为属马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而虎马狗构成三合之势，有贵人之力相助及和而有情之意，象征着属马人在鼠年里远离冲太岁之恶，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犬虎迎鹿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马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五味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马年出生的属马的人2020年运程。2014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程。2014年出生的属马人进入2020庚子鼠年，整体运势还是不错的。
学业方面，大多数属马小朋友今年可能已经开始进入小学阶段，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是属马人个性活泼大方，与周围的小朋友相处较好，很快就能克服陌生环境的不适。关于学习方面，他们聪明伶俐，能够举一反三，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很快就能吸收，学习完全不用担心。健康运势方面，属马的小朋友今年运势较为一般，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可能会常得一些小感冒，需要家长多注意一下。平时叮嘱他们留意天气变化，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可以减少不良健康运势的影响。2002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势。2002年出生的属马人，今年大多数还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刚初入大学，对大学的一切陌生感到好奇。学业上今年运势良好，可以很快适应新转换的身份，学业上收获颇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在人际关系上需要格外注意。特别是刚进入大学的朋友，大学寝室的生活，平时与室友间相处要多加包容忍让。如果一开始就不懂得收敛脾气，以后的寝室生活会很难过。尽量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视野会变得更为开阔。太过斤斤计较或者郁郁寡欢，容易破坏大学生活。健康方面，今年运势良好，平时多注意锻炼，强身健体。属马人有空可以多去图书馆看书，增加一下课外知识，或者也可以参加社团，提前培养工作能力，为以后的职场工作做基础。1990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今年对于90年出生的属马人来说是意义较大的一年。今年对于属马人来说是而立之年，这意味着在事业上已有一定的基础，并且人生观和价值观差不多已经固定下来。事业方面，总体运势较为不错，在工作上可以遇到贵人相助，能够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指明方向，少走很多弯路。但是今年需要提防身边嫉妒自己的人，可能会因此被他们使绊子。建议属马人今年低调行事，工作上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即可，不要太关注别人的看法，少说话多做事。感情方面，今年会遇到一些情感挫折，尤其是已婚的属马人，今年会遇上一些家庭矛盾与纷争。但是无需太担心，只要能稳住自己的情绪，对伴侣多理解，相信是可以解决好家庭矛盾的。1978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势。1978年出生的属马人进入2020年，整体运势比较动荡。事业方面，由于本身已是不惑之年，事业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属马人并不满足于此，随着小孩的长大及父母的变老，生活给予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可能会有辞职自己创业的想法。属马人今年事业运势较为起伏，建议谨慎考虑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不能被热血冲昏了头脑，也不可被生活压力打垮，否则可能会惨淡收场。但如果已经做好各方面的规划及一切准备工作的话，也可一试，但需要对创业风险做好心理准备。财运方面，属马人今年偏财运势较弱，正财运方面还可以，所以今年需要减少偏财上的投入，尽量努力工作，保住正财的稳定。感情运方面，属马人今年跟伴侣间的感情较为和谐，要好好珍惜这良好的感情运势，争取多抽时间与伴侣过二人世界。1966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势。1966年出生的属马人，今年运势较为一般。事业上，由于已经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对于女性属马人而言，运势上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太大起伏。属马人已经在规划退休后的生活，忙碌了大半辈子，对未来生活很向往，因此心态也是比较乐观祥和的。
财运方面运势一般，正财收入稳定，但是今年会有耗财的风险，可能会有朋友借钱，建议要视自己能力和对方的偿债能力而定，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健康运势方面，今年健康运势良好，但还是要多加注意身体。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慢性疾病渐渐缠身，需要规划好时间，定期做好锻炼和体检，才能保持健康的体魄。1954年属马的人，2020年运势。1954年出生的属马人，今年已经快要接近古稀之年，生活中经历了大起大落，能够看淡很多人和事，因此普通的运势对他们来说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面对人生的变故，早就学会了坦然接受，波澜无惊。财运方面，今年运势一般，退休收入稳定，偏财运势较弱，今年投资要谨慎，否则可能会遭遇破财危机。健康运势方面，今年需要注意灾煞带来的影响。虽然以前就开始保养身体，但也不可松懈，坚持锻炼，增强体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煞气带来的影响。五行属性：午火。生肖排行第7位。本命佛：大势至菩萨。护法神将：山底罗大将。幸运色：绿、红、紫。幸运数字3、4、9。幸运水晶：白水晶、玛瑙。财位：西南方、西方。桃花位：东方。禄合属相，属羊。三合属相，属狗、属虎。相冲属相，属鼠。相害属相，属牛。相刑属相，属马。属羊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羊人整体运势有些起伏。吉星方面有月德、文昌贵人照命。凶运方面受到大号凶星干扰。属羊人今年事业运势较为动荡，受到大号凶星的影响，对待工作难以上心，会因挫折而止步不前。另外，由于工作中的消极怠工，可能会引来身边同事的不满，要引起重视。财运方面，属羊人今年正财和偏财运势都不太稳定。正财方面，因事业挫折，导致属羊人心灰意冷，可能有跳槽的想法。建议属羊人今年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稳定正财。偏财运势欠佳，今年不宜将过多时间和金钱放在投资上，尤其是高风险的项目投资，不要轻易去尝试。另外，由于今年财运还受大号凶星影响，可能有耗财破财的征兆。建议属羊人摒弃铺张浪费的习惯，学习理财，尽最大可能减轻凶星带来的危害。感情运势方面，今年还不错，虽然也受煞气的侵袭，但是因为有文昌及月德贵人的加持，能为他们带来旺盛的桃花运势。文昌能增强属羊人魅力，继而提升异性缘。对于有伴的属羊人来说，本年与伴侣间感情甜蜜，但要提防烂桃花的干扰。健康方面，今年身体素质还算不错，但因受灾煞影响，可能会有身体消耗的疾病。今年要注意保养身体，劳逸结合，定期做舒缓有氧运动，能有效缓解内心焦虑和疲乏，对健康大有好处。属羊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羊人事业运势颇为动荡。今年人际关系可能会面临一些困扰，平时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尽量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化解矛盾。另外，受到凶星影响，属羊人今年在处理公司的事务上可能会有些不耐心。建议属羊人要摒弃懒散，可给自己订立目标，实施奖惩机制，或者告知身边亲人朋友监督自己，这样方可平安度过危机。
吉星方面，今年有文昌贵人的相助，带来旺盛的贵人运，保属羊人事业一帆风顺，同时能让人脑子灵活，上班族工作效率提高，业绩上涨，升职有望，领导属羊人决判力上升，各种机遇商机及时把握，为公司创下好佳绩。对于属羊人而言，今年事业虽动荡，但是如果能及时化解危机，也是能够有大收获的。属羊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羊人感情运势还不错，有月德及文昌二贵人星照顶，感情顺风顺水。月德贵人能增加异性缘及贵人运，文昌贵人能够增加属羊人自身魅力及气质，利于寻良缘，结束单身。今年属羊人要珍惜这良好的感情运势，有喜欢的要主动出击，以免与正缘错过。对于有伴的属羊人来说，今年跟伴侣间的感情良好，但是因为今年感情运势旺盛，可能会面临较多烂桃花的困扰，要想办法驱除烂桃花，否则可能会影响婚姻感情，加深与伴侣间的矛盾，得不偿失。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羊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羊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羊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羊人财运较为动荡。正财方面，由于今年事业运势动荡，直接影响到正财的收入。今年工作压力较多，比如工作难度加大、职位调整无法适应、被小人陷害等。属羊人今年要加倍努力工作，不懂的可以问前辈或者自己想办法解决。面对职位的变动，要及时跟上步伐，业余时间查漏补缺，以更快进入工作状态。对于小人不要理会，平时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参与各种口角是非和八卦，尽最大努力稳定正财收入。今年属羊人偏财运欠佳，所以不必将太多的精力投注于此，努力工作，稳定助正财才是正事。另外，受凶星大耗的影响，今年属羊人可能有耗财散财的倾向。平时要管住贪欲，不可投资大项目、赌博、彩票等事情可缓一缓，做好资金储备工作是最重要的。属羊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羊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羊人健康运势相对往年来说尚可。虽然今年整体健康运势还不错，但由于事业压力大，可能会有心情烦闷的情况出现。面对高压工作，要学会劳逸结合，调整好心态，不要让工作情绪危害到自身健康。另外，今年属羊人由于受到凶星的危害，导致破财连连，进而影响个人情绪。为了填补破财危机，可能会日夜兼程的工作，长期如此身体吃不消。面对破财，要做的是合理规划资金，做好理财工作，与金钱相关的亲力亲为。同时要抽时间锻炼身体，合理饮食和作息，尽量把健康运势提上去。开车一族的属羊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羊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羊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双珠成运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
双猪成运为一只母猪抱着金元宝，一只小猪站立在金元宝上嬉戏，旁边有一只蝙蝠。母猪和小猪笑意盈盈，欢乐祥和，构成一幅母慈子孝、财福双全的美好画面，寓意属羊人今年生活富足，称心如意。双猪成运为属羊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而猪和羊为三合贵人，有贵人之力相助，象征着属羊人在鼠年里吉祥如意、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双猪成运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羊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五味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羊年出生的属羊的人，2020年运程；2015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程。2015年出生的属羊人进入庚子鼠年，整体运势还是很好的。今年属羊小朋友可能还未正式进入小学大门，但是已经在为入学做准备。属羊小朋友性格天生温和，入学以后能和同学、老师和谐相处，成为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乖宝宝。这一年，属羊小朋友聪明伶俐，好学上进，与人为善，很受长辈和同辈的喜欢，成绩突飞猛进。健康运势方面，今年属羊小朋友可能会受到煞气影响，家长平时不要让他们过多地接触阴暗潮湿的地方。可以鼓励他们多做一些体育锻炼，这样可增加孩子体内阳气，利于抵挡煞气带来的危害。平时饮食和作息也要注意，对于孩子而言，营养和睡眠是非常重要的。2003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势。2003年出生的属羊人，现在大多数刚升入大学。虽然对大学已慢慢熟悉，但对未来可能会比较迷茫，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习即可。2020年属羊人学习运势还不错，但容易在选择上摇摆不定，道听途说，要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再选择，免得未来后悔。属羊人可以跟学识渊博的长辈交谈，及时了解自己的不足与优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财运方面，今年可能会有花钱大手大脚的情况，建议属羊人要学会克制购物欲，业余时间学点理财知识，或者去做些兼职，能增加财运。健康运势方面还不错，但还是要养成定期锻炼的好习惯，不能拿年轻作为挥霍的资本，免得以后落下后遗症。1991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势。1991年出生的属羊人，2020年运势较为动荡，事业上可能有犯小人的倾向，平时要与人为善，同时多留心眼。不要跟身边人交浅言深，否则容易被有心之人钻空子，不利事业运势。感情方面，如果今年还单身的需要注意，可趁着今年良好的感情运势，搜寻心仪的异性。如果能多加努力且抓住机遇，今年摆脱单身机会大。健康运势方面需要多加注意，由于受到大号干扰，容易为财所困，心情焦虑，工作劳累，时间久了易搞垮身体。今年属羊人要学会劳逸结合，有烦恼就说出来，不可憋着，可利用健身锻炼的方式去排解，或者与家人朋友诉说。面对这动荡的运势，属羊人一定要养好身体。1979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势。1979年出生的属羊人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运势较为平稳，事业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不用再为一时烦忧。感情运势方面，大多数人都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协调的事情较多，与伴侣间的关系将面临多方位的考验，比如孩子、养老、婚姻等问题。好在属羊人性格温和，再加上良好感情运势的加持，今年跟伴侣间关系融洽，很少出现争吵。孩子也较为懂事听话，双方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以上考验好好应对就能度过。
今年健康运势一般，虽然很多都事业有成，但职位越大，压力责任也会变大，工作上忧心事多，需属羊人兼顾好事业与健康。人到中年是各种疾病高发期，要开始养生，按时饮食作息，才能保证身体健康。1967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势。1967年出生的属羊人，2020年运势有些小波动。今年事业运势比较稳定，这个年纪的属羊人很多已退休，还在岗位上的工作的压力较小。财运上，今年可能会遇到有人借钱的情况，建议好好考察对方的人品及偿债能力再做决定，尤其是借款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立借据，防止对方反悔。感情方面，今年跟伴侣之间关系良好，两个人都到了退休年纪，都憧憬退休后生活。属羊人可借着今年的大好良运，跟伴侣规划好退休生活，这样能巩固夫妻感情。健康方面，随着年纪的增加，各大疾病随之而来，建议属羊人今年要定期和伴侣去医院体检，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1955年属羊的人，2020年运势。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进入2020年事业运势还不错。虽然已经退休已久，但今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出1、2项副业，为财运增加一笔收入。财运上，不仅退休工资稳定，平时的理财收益也颇佳，再加上晚辈的孝敬礼金，今年钱财方面不用太担心。感情运势方面，虽然与伴侣间偶有争吵，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此时已变得默契十足，感情牢固，不会因为小吵而分离。健康运势方面，今年需要注意气血方面的疾病。俗话说，人老腿先老，老年人腿部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所以平时要多养生，晚上多泡脚，加速腿部气血循环，可减少疾病的发生。五行属性未土，生肖排行第8位，本命佛大日如来，护法神将山底罗大将，幸运色绿、红、紫，幸运数字2、8、9，幸运水晶碧玺白水晶，财位北方、西北方，桃花位北方，禄合属相属马，三合属相属猪、属兔，相冲属相属牛，相害属相属鼠，相刑属相属狗、属牛。属猴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庚子鼠年，属猴人运势相对来说较为动荡。对于属猴人来说，今年虽没有刑克，但是由于今年命宫受凶星的影响，运势非常不稳定。吉星方面受到天乙、魁罡加持，凶运方面将受到灾煞的侵袭。属猴人今年事业运势有一定的波动，因为受到天乙贵人的影响，事业上贵人运较强，会遇到赏识属猴人的上司或者领导。对于经商的属猴人来说，由于贵人的加持，可能会遇到相见恨晚的合作伙伴，在企业经营与管理方面不谋而合。另外，有魁罡贵人的照护，属猴人执行力及行动力增加，事业上可以果断地处理好一切事务，并能取得较好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灾煞的侵袭，今年在事业上容易遭受小人的嫉妒，平时做事要低调，做事过于高调，容易遭受无妄之灾。财运方面，今年较为动荡。正财方面，由于今年在事业上较有魄力，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收入增加。但偏财运势不稳定，今年少花时间在偏财的赚取上。
如果要将大额资金投入资本市场，需谨慎考虑再行动，以免被套牢导致破财。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属猴人今年感情运势一般，甚至还有下跌的趋势。今年属猴人并不缺少桃花，但由于沾染煞气会变烂桃花。面对众多桃花，要仔细甄别，不可太早下决定。对于有伴的属猴人来说，今年跟伴侣间的感情会遭遇各种问题。首先，今年可能会被烂桃花缠身；其次，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跟伴侣会因小事引发争吵。针对这些情况，要引起重视，以免引发分手或离婚。属猴人今年健康运势一般。今年事业较为繁忙，可能在忙工作时忘记身体需求，无法正常吃饭休息。属猴人今年要将身体与工作兼顾好，劳逸结合，以免造成身体损耗。总体来说，属猴人2020年运势较为动荡，需要用客观的眼光去对待，相信事在人为，在困难中成长，一定能安然度过这一年的。属猴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猴人事业运势还不错。由于事业宫位上受到天乙贵人以及魁罡贵人的加持，让属猴人收获不错的事业运势。在天乙贵人的加持下，上班族今年在单位中可能遇到很多欣赏自己的贵人，可能是上司或者领导，要好好表现。经商的属猴人今年会遇到帮助自己的贵人，可能是供应商或者客户，总之能够带来很多好消息和惊喜。面对贵人的热心帮助，要懂得回馈对方，这样才能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另外，今年事业上还受到魁罡贵人的加持，此星主内心刚强。所以今年属猴人在工作中做事雷厉风行，尤其是对于领导级属猴人，为公司争取到很多发展商机。上班族可利用魁罡贵人的力量为自己谋利益，有出差的机会主动争取。需要做决策或者提意见的时要主动，给领导司留下好印象，利于升职加薪。对于经商的属猴人来说，今年得魁罡贵人的相助，内心变得强大，商机决策精准，收获底下员工的信任与支持。但要注意的是，属猴人今年事业上可能会受到灾煞的侵袭，有遭受小人暗害的危机。所以今年万事要谨慎低调，不可高调张扬，踏实努力做好分内之事即可。属猴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猴人感情运势一般。由于天乙贵人的加持，属猴人桃花运势较强势，但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容易转变成烂桃花，需要多加注意。对于单身属猴人来说，今年有被烂桃花缠身的危机，所以平时跟异性相处时，不要以貌取人，多考察对方的人品及价值观，不要轻易投入感情。对于有伴的属猴人来说，今年跟伴侣间会出现较多的争吵。由于受到灾煞的影响，容易心浮气躁，会将情绪发泄在伴侣的身上。所以要多克制自己的情绪，一旦脾气上来时，可深呼吸或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另外，已婚者今年有烂桃花缠身的可能，需要早做提防，平时与异性要保持好距离。如果是出席私密的聚会或者异性较多的场合，可邀请伴侣一起出席，或者跟伴侣汇报情况。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猴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猴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猴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猴人财运较为动荡。正财运势方面，
今年在天乙以及魁罡贵人双重加持下，事业一帆风顺，自身能力突出，易受到上司或领导的认可，升职加薪机会大。只要平时低调行事，提防小人暗算，正财收入即可得到保证。偏财运势方面，今年较为动荡，不要将大额资金投入高风险项目或资本市场里去。特别是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一定不能听信他人，尽量选择稳健保守的理财方式。另外，由于今年受到灾煞的影响，属猴人有破财的风险，需要多加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平时外出时不要携带大额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要保管好，否则可能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借下高额债务，导致破财。属猴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好运阁级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富稳固，财源广进。属猴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猴人健康运势一般。属猴人今年事业运势较好，工作上较为忙碌，平时需多保重身体，懂得劳逸结合。另外，业余时间可以去锻炼，让疲惫的身体得以恢复。但尽量不要选损伤性太大的运动项目，可以选舒缓的有氧运动，比如瑜伽、慢跑等，这样不仅能提高身体机能，还能够愉悦身心。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因受到灾煞的侵袭，所以属猴人要避开煞气重的地方，比如坟场、火葬场等这些地方，否则可能会加重灾煞，影响身体健康。开车一族的属猴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猴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猴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3里通财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3里通财为3只鲤鱼环绕，首尾相接，嘴里叼着古钱币。数字3在古代文化里代表提天、地、人，有无穷无尽的含义。3只锦鲤意味着财富和祥瑞之气，寓意属猴人锦绣前程，礼跃龙门。3里通财为属猴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猴人在鼠年里吉庆有余，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3里通财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猴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身4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猴年出生的属猴的人2020年运程。2016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程。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2016年出生的属猴人整体运势还不错。这个岁数的属猴人大多数已经进入幼儿园学习。学习上，由于本身聪明伶俐，所以很讨老师和长辈的欢喜，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建议家长在这段时期可以多训练孩子成为一个守规矩的人，比如学习《弟子规》。这样可以让属猴人知道为人处事的原则，建立良好的价值观。健康运势还不错，今年属猴人身体好，平时较为活泼好动，建议家长平时可以督促小朋友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这样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也利于抵抗今年煞气的侵袭。2004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势。2004年出生的属猴人，今年大多数还是高中生，面临高考压力，课业比较繁重。学业运势方面，今年较为不错，聪明伶俐的属猴人在学习上能够举一反三，深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但需要注意的是，属猴人今年可能会仗着自身小聪明而沾沾自喜，进而松懈努力，不利于成绩进步。
所以建议属猴人2020年要端正学习态度，收敛傲慢，多学知识，争取在高考中取得好名次。健康运势方面，今年较为一般，平时需多注意身体锻炼。毕竟学子多数时间都在座位上坐着，所谓久坐伤气。建议属猴人每天抽出半小时慢跑或散步，能提升身体素质，缓解学习压力，对记忆力和分析能力也有帮助。1992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92年属猴人运势一般，事业运势较为不错，不仅处理事务能力增长，也能得贵人欣赏与相帮，有望升职加薪。感情运势方面较弱，对于单身属猴人来说，虽然桃花运势不错，但因为今年受到灾煞的侵袭，容易碰上烂桃花，需要属猴人仔细分辨与考察，不要被烂桃花干扰。对于有伴的属猴人来说，今年跟伴侣间的争吵较多，需收敛脾气，感恩伴侣的付出，想办法化解矛盾。财运方面，今年有破财的倾向，属猴人要多留心眼，平时跟钱相关的事要谨慎，摒弃投机取巧和一夜暴富的心理，踏实努力工作。1980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80年属猴人运势还是不错，特别是事业运势。今年会受到贵人的提携，加上自身能力突出，升职比较容易。需要注意的是，职位越大责任越大，如果成功升职，在新岗位上要加倍努力，才不辜负领导厚望。对于经商者而言，今年事业运也不错。在吉星天乙、魁罡的加持下，有机会结识到更多人脉资源，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商业机遇。如果能及时把握，今年生意定能大红大紫，收入滚滚而来。1968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68年属猴人运势较为一般。事业方面，今年在工作上可能会遭遇小人的暗害，平时要多留个心眼，不与小人为伍。作为领导级别的属猴人，今年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要注意，不可犹豫不决，否则容易惹来下属的不满，不利事业发展。财运方面，今年属猴人有破财之灾，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需要谨慎，尽量采用稳健的投资方式。另外，今年可能会人向属猴人借钱，无论对方是谁都要好好考虑。对于信誉不好的人一定要拒绝，否则钱财可能有去无回。1956年属猴的人2020年运势。56年生的属猴人，今年整体运势一般。感情上与伴侣间虽然争吵较多，但是由于默契在，不会出口伤人，也不会有离婚危机。这个年纪的属猴人，多数已到退休年纪，不用再为事业忧心，可以跟伴侣过上幸福的生活。财运上，今年财运比较稳定，每月有稳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加上晚辈的孝心，收入稳定，年底还会有结余。健康运势方面，今年需要注意煞气的干扰，居住的场所要多通风和采光，保证阳气充足。有救急的朋友要按时体检，比如量血压等，保证身体健康，每天也能过得安心一些。五行属性：申金，生肖排行第9位。本命陀：大日如来，护法神将：安底罗大将。幸运色：白、金、蓝色。幸运数字：1、7、8。幸运水晶：粉晶、黄水晶。财位：东北方、东方。桃花位：西方。禄合属相，属蛇。三合属相，属鼠，属龙。相冲属相，属虎。相害属相，属猪。相刑属相，属虎，属蛇。属鸡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庚子鼠年，属鸡人进入亥太岁之年。
亥太岁对于属鸡人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影响，今年必将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吉星方面，得到华盖、月德的加持。凶运方面，有病符、大号凶星干扰，需要多加注意，万事小心。事业方面，由于亥太岁的影响，今年在事业上容易遭到小人暗害。虽然月德贵人能够缓解一些运势，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工作上不给别人留下把柄，特别是表现较好时，更加要低调谦虚，否则会引起有心人的嫉妒使绊子。对于经商属鸡人来说，要多留意身边人，公司事务需合理监督，坚决杜绝独裁，提防内鬼出现。此外，还有华盖吉星相助，预示今年从事艺术领域工作的属鸡人容易获得成绩，无论名誉还是金钱方面收获颇丰，要好好把握。财运方面较为动荡。属鸡人今年事业运势不稳定，工作中容易被有心人暗害，可能会因此被迫离职。所以属鸡人今年在工作中要提防身边小人作祟，同时谦虚做人，低调做事，闷声发大财。天财运势欠佳，建议今年不要想着靠捷径生财，特别是高风险项目，还有一些网络赌博等，这些都是商家利用大家一夜暴富的心理设下的陷阱。感情运势方面，由于受到月德吉星的影响，感情运势比较顺畅。单身属鸡人今年要把握较好这感情运势，缘分面前不要瞻前顾后，可以试着开展一段恋爱。对于有伴的属鸡人来说，今年跟伴侣间争吵较少，多数是甜蜜，非常和谐。健康运势方面，今年比较弱。由于受到病符星的侵袭，今年身体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需要提前预防，平时多加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另外，由于今年有大号凶星入宫，属鸡人容易为财伤身，今年忌讳心性悲观，有问题烦恼就要及时去化解，而不是把情绪带到日常生活。总之，今年属鸡人因为亥太岁，整体运势比较动荡，要做好化解太岁的工作，万事小心，相信努力一定能平安度过这不安的年份。属鸡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鸡人事业运势较为动荡。由于今年亥太岁，因此事业上阻碍大，工作中容易遭到小人暗害。今年小人比较多，稍不注意就会踏入小人的陷阱中，被迫离职。尤其是对于刚入职场的属鸡人来说，一时无法适应职场的尔虞我诈，如果遇上小人暗算，很容易滋生辞职念头。今年需要多加留心，不给有心人可乘之机，平时与人交往不可交浅言深。对于经商的属鸡人来说，今年事业运势非常动荡，也会出现被小人暗害的情况，平时要多注重细节，对待公司事务需谨慎，最好能亲力亲为。特别是对于初创公司来说，今年可能风险抵抗力较低，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稍有松懈马虎，所有努力将付诸东流。另外，属鸡人今年有华盖贵人相助，在才艺与艺术方面颇有收获。属鸡人今年艺术气息高涨，利于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只要努力及时把握，定能收获不错的成绩。属鸡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鸡人感情运势不错。由于有月德贵人的加持，感情运势顺遂。单身属鸡人桃花运良好，虽不是很旺盛，但质量高，成就良缘的几率大。遇见心仪的异性时，可以先考察对方人品及价值观与自己是否契合，适合的可以交往看看。对于恋爱中的属鸡人来说，如果确定彼此是一辈子在一起的人，可以试着将两人关系告诉身边人，尽力得到大家的祝福。感情稳定的属鸡人不妨把爱人带回家见家长，顺便把婚定下。对于已婚者而言，今年跟伴侣间感情甜蜜，
凡事有商有量。今年要珍惜良好的感情运势，有条件和时间的，可以与伴侣参加些短途旅行或者远足，可增加双方的感情。有孩子的属鸡人，今年对待小孩要多点耐心，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好榜样。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鸡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鸡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鸡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鸡人财运较为波动。正财运势方面，受动荡事业运势的影响，正财收入不稳定，在工作中容易被小人暗害，进而产生跳槽的想法。所以属鸡人今年需要多注意在工作中的言行举止，不要将个人隐私泄露给别人。职场中最忌讳重感情，你的缺点失误容易成为别人暗算的把柄。建议属鸡人工作中低调谨慎，踏实做事，为人处事圆滑些，尽量保住正财的收入。偏财运势方面，今年也不可观。喜欢投资的朋友，今年切勿将自身全部家当投入股市当中，可能会被套牢。平时理财要选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不要妄想利用快捷方式赚钱。在偏财不佳的年份走快捷方式风险极大，严重的还会陷入官非或者牢狱之灾当中。属鸡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鸡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鸡人健康运势较弱。由于受到病符凶星的侵袭，属鸡人今年身体素质下降，可能有疾病缠身的风险，要及时预防。平时多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生病要及时看医生，不要为了省钱等疾病自己好，以免疾病加重危及性命。年纪大的属鸡人，2020年要做好定期体检，防止胃病将疾病扼杀在摇篮中。另外，还有大号凶星的影响，属鸡人今年容易因工作而损伤身体。建议工作上遇到难题，要及时想办法化解，不要晚睡或者不吃饭，这样等于慢性自杀。总之，今年由于受害太岁的影响，属鸡人健康运势注定不会顺畅。虽然不会危及生命，但小疾病较多，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开车一族的属鸡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鸡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鸡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玄龙天寿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玄龙天寿为一条龙和一只挂在藤蔓上的葫芦构成，龙乃中国传统之神兽，有祥瑞威猛之意，而葫芦则代表福禄康宁，有安康大吉之寓意。玄龙和葫芦构成了一幅福寿双全、祥瑞临门的吉庆画面。玄龙天寿为属鸡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龙和鸡为禄和贵人，象征着属鸡人在鼠年里福禄双全、安康大吉。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玄龙天寿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鸡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有辰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鸡年出生的属鸡的人，2020年运程；2017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程。
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2017年出生的属鸡人今年已经3岁，多数可能已上幼儿园。家长需要注意一下，今年属鸡孩子可能有分离焦虑症，家长要做的是合理抚慰他们的情绪，让孩子尽快适应新环境。只要克服了这点，属鸡小朋友在幼儿园会有较好表现。平时可以多教属鸡小朋友一些道理，凡事从自身做起，给孩子好的榜样，而不是将教育责任一股脑推给学校老师，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尤其是现在很多留守儿童，由于家长工作原因，孩子从小就是扔给爷爷奶奶养育，平时除了给些学费和伙食费之外，很少过问孩子的成长问题。这样家庭环境养育出来的孩子，一般性格和人生观都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很多家庭都存在，需要注意。2005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2004年出生的属鸡人，今年大多数可能在读初3，面临着升高中的压力。今年课业比较繁重，需要好好调节。学业运势方面，今年学习运势不错，思路清晰，对待老师讲的课程能很快理解，只要业余及时复习巩固，很快就能把知识牢牢把握住。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年属鸡人可能会有心浮气躁的倾向，建议在学习的时候多沉下心，不要自以为聪明，对学业不上心，小心自食恶果。对于不懂的知识点，要及时问老师或者同学，同学间也要互相帮助。对方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教他们，教导的过程相当于重新巩固一遍知识点，这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何乐而不为？1993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93年生的属鸡人，今年运势相对来说一般。这个年纪的属鸡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已经步入职场2-3年，在职场上混得较为顺心。但是今年由于亥太岁，事业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今年在工作中切忌过分招摇，可能会引起有心人的嫉妒。建议属鸡人今年在工作上保持兢兢业业即可，不要置身于闲言碎语中。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学点技能，不管是专业技能还是管理技能都可以。对于这个年纪的属鸡人而言还年轻，多学点是不会错的，同时又处在事业发展期，多加积累知识和工作经验，对未来事业很重要。1981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81年出生的属鸡人，整体运势不错。事业方面较为稳定，今年在工作中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职场上的形形色色也了解得较为充分，因此今年事业运势颇为稳定，正财收入稳定。感情运势方面，今年跟伴侣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和家里老人孩子也相处得不错。但是可能会有溺爱孩子的倾向，需要属鸡人多加注意，多训练孩子的生活技能，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比如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等，这些将让孩子受益终身。健康方面，基本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开心地度过2020年。1969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69年出生的属鸡人运势较为不错，无论是事业财运、感情还是健康方面，今年相较于去年都有一定的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可能在花钱方面较大手大脚，需要多加留意，合理消费。事业上，这个年纪的属鸡人基本能做上想要的职位，很多都是老板级别的。工作上要管理好手底下的员工，因为在亥太岁的年份，工作上容易出现小人，稍不注意就会被人陷害，防人之人不可无。
感情方面，今年与伴侣间感情比较和谐，平时可能会因孩子或者柴米油盐等小问题而争吵，但只要及时化解，都不会对感情产生太大的影响。1957年属鸡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鼠年，1957年生的属鸡人，今年运势较为稳定。这个年纪的属鸡人，大多数都已经退休在家，与伴侣子孙享受天伦之乐。属鸡人辛苦了大半辈子，经历风雨，心态上得到了历练，能够从容面对自己的生活，就算突然失去事业，也能坦然接受。感情方面，今年非常顺心，没有了工作烦恼，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家人，想不开心都难。健康方面，今年需要多上心，不仅是自身健康，还有伴侣的健康也要顾及。平时多注意保养，早睡早起，多参加些养生锻炼，对健康好处多多。对于一些重病要及时医治，老年人一旦生病，痊愈的时间比较久。同时要定期安排体检，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五行属性有金，生肖排行第10位。本命佛不动尊菩萨，护法神将弥起罗大将。幸运色金飞黄。幸运数字5、7、8。幸运水晶粉晶黄水晶。财位东北方东方。桃花位西方。禄合属相属龙。三合属相属蛇属牛。相冲属相属兔。相害属相属狗。相刑属相属鸡。属狗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庚子鼠年，对于属狗人而言，今年没有刑害，整体运势较为平顺。但是由于受到众多凶星的影响，运势有所波动，不能掉以轻心。吉星方面有国印和天乙贵人的加持，凶运方面将受到病符、大号的侵袭。事业方面，由于受到天乙贵人相助，人际关系较和谐，与上司同事相处融洽。对于经商属狗人来说，在天乙贵人的加持下，能够结识新的合作伙伴或开拓新市场。另外，国印贵人会给从商者正向的能量支持，让其摒弃以前的不良性格和作风，变得踏实可靠起来，有利于生意合作的达成。对于工薪一族的属狗人而言，在国印贵人的加持下，属狗人变得更加可靠成熟，能获得同事的信赖和上司的信任欣赏。大力从事销售行业的属狗人，很容易就获得客户的信赖和信任。今年好好抓住机会，努力一把，一定能取得惊人的业绩。感情运势方面，在天乙贵人和国印贵人的加持下，个人魅力增加，单身者与异性间相处良好，利于脱单。这2颗吉星都能让属狗人增加异性的好感，特别是国印能增加长辈缘，预示今年会有许多长辈给属狗人介绍对象，要牢牢把握。对于恋爱中的属狗人而言，如果跟恋人有长期走下去的打算，今年可以把对象介绍给父母或者好友认识了。对于已婚的属狗人来说，今年跟伴侣相处融洽，两人互动频繁，对于家庭内外的事物两人见解一致，默契增加。财运方面，今年整体表现还不错。正财运势方面，由于今年事业上有贵人相助，有升职加薪的可能，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正财收入。今年可将精力放在正财的获取上，如果好好努力，今年获得的正财收入将比往年上升好几个幅度。今年属狗人偏财运欠佳，受大号凶星的侵袭，偏财上损耗严重，破财散财几率大。
所以今年属狗人不宜将过多心思放在偏财上，投资需谨慎，不要激进冒险，尽量采用稳健的投资方式，不可贪心，见好就收即可，否则容易损耗钱财。今年属狗人健康运势不乐观，受到大号疾病符的影响，今年身体健康隐患大。受大号凶星的影响，工薪一族的属狗人今年身体损耗严重，工作之余对健康要多上心，工作压力再大也要劳逸结合，起码要按时作息和饮食。另外，受病符的影响，属狗人将会受到众多疾病的侵扰，平时生病时要及时救治，以免病情加重。同时要挤出时间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增加抵抗力和免疫力。总而言之，属狗人今年整体运势还是不错的，只要提防耗财及健康隐患就好，好好努力，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属狗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狗人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受到天乙贵人的影响，属狗人贵人运和人缘增加。天乙贵人主贵人运，属狗人今年人眼缘比往年好，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增加。就算之前与同事有矛盾的，今年也能及时化解。在天乙贵人的加持下，属狗人变得更加诚实可靠，很容易获得上司的信任。如果有新任务下达，要好好干，说不定这是你们咸鱼翻身的良机，要好好把握。另外，今年属狗人容易在贵人面前留下印象，但刚开始并不知道贵人在哪里，是谁，有多少个，所以需要你们认真的去识别，不可错过贵人。对于从商者而言，今年有贵人的相助，很多棘手的问题也能及时得到化解，为其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发展机遇。所以，从商属狗人今年一定要把握好这发展机遇，努力干一场，收入颇丰。属狗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由于受到吉星天乙及国印的影响，属狗人今年感情运势很不错。天乙贵人给单身属狗人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让其在与异性交往中更加顺利。另外，在吉星国印的帮衬下，属狗人桃花运增加，认识异性机会多。同时，该吉星也能为他们带来长辈缘，预示今年会有许多长辈帮忙介绍对象，加快了脱单的进程。对于恋爱中的属狗人来说，今年感情运势同样也很好。虽然今年桃花运旺盛，但并不影响与爱人间的感情。相反，今年属狗人与爱人间默契增多，往年的矛盾在今年都能得到化解，感情进一步加深。对于已婚的属狗人而言，今年在良好感情运势的加持下，与伴侣间争吵减少，并且双方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双方信任增加，不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感情运势的良好就使劲的做，再好的感情运势也经不起人为的破坏。相反，在感情运势好的年份要更加珍惜才对，这样好运势才能得以发展。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狗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隔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狗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狗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狗人财运运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拥有如此好财运，得益于今年旺盛的事业运势，属狗人因的贵人欣赏，获得升职加薪的可能，保证了正财的稳定收入。对于经商的属狗人来说，今年在吉星的相助下，与商家合作顺畅，为正财收入又增加了一笔。
工薪一族的属狗人今年要努力工作，在工作中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也要未雨绸缪，积极谋划未来并付诸行动，不可安于现状，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偏财运势方面比较动荡，属狗人需要注意，因为今年有凶星大号入命，财运容易受损。所以不要将过多精力及积蓄投入股市或资本市场中，一旦失利，损失是巨大的，可能还会影响到正财运势。面对这破财的年份，属狗人要做的是，不可乱花钱财，摒弃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注意储蓄及积累，以免财运亏空。属狗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吉上金多宝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狗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狗人健康运势较弱，由于受到大号疾病符的影响，健康运势不稳定。受到大号的侵袭，今年属身体容易损伤，平时要多加注意，特别是工作繁忙的时候，要好好爱护身体，不可为了工作不顾身体健康，一旦生病，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另外，受病符凶星的影响，今年身体容易被一些小疾病缠身。要注意，毛病虽小，但也要及时治疗。如果拖成大病，先不说医疗费用如何，能不能治好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健康运势不佳的年份，容易出现意外。今年属狗人需要做的是积极锻炼身体，增加免疫力及抵抗力，不要等到疾病侵袭时才去后悔当初的懒惰或者对健康的不重视。很多人都会犯这种毛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只是短短几十年，就算身体再健康，平时也要锻炼身体，防患于未然。开车一族的属狗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狗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狗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骏兔天贵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骏兔天贵为一只兔子站立在一只奔腾的骏马背上，骏马有奔腾不息、奋勇向前的含义，而兔子有大展宏图、扬眉吐气之意，构成一幅吉庆奋发的画面。骏兔天贵为属狗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而兔子为狗的禄和贵人，马为狗的三合贵人，在贵人之力拱照下，象征着属狗人在鼠年里吉祥如意、天福天贵。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骏兔天贵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狗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卯戌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狗年出生的属狗的人2020年运程。2018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程。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2018年出生的属狗人运势还是不错的。属狗小朋友虽然未见得会聪明伶俐，但肯定是比较听话乖巧的。属狗小朋友今年不需要父母操心过多，也容易带。家长应该给孩子正向的引导，让他们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不要过多地溺爱孩子，尽量让他们去探索和尝试生活，这样久而久之能养成孩子的创新精神。同时要从小教导他们规矩，赏罚分明。今年属狗小朋友健康运势较弱，平时家长需要多加注意孩子的日常起居，尽量不要着凉，否则可能会引发感冒发烧。发烧时需格外留心，一旦发烧一定要及时医治，因为小孩发烧容易烧成肺炎或者脑瘫，要对孩子的未来负责。2006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势。
2006年出生的属狗人，今年大多数在读初中，面临升学压力及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个时候，你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较强，想要去探索生命及世界的本源、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学习的意义。这段时期对于你们来说非常特殊的，需要多加留心。平时如果有时间，可以多看些好的文学作品，多了解学习之外的世界。有兴趣的可阅读文学巨匠的书籍，陶冶情操。当然，也可以多和知识渊博的长辈或师长交流，讲出自己的迷惑，与之深入探讨，相信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属狗人今年学习运势不错，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增加，可以轻松地应付各种考试和作业，好好努力定能取得好成绩。属狗人今年健康运势较弱，平时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这样不仅利于形成自律的性格，且身体也能得到锻炼。1994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整体运势还不错，尤其是事业运势表现佳。1994年出生的属狗人很多今年刚进入职场不久，因有吉星国印的相助，人际关系增加。今年在职场上容易受到同事的欢迎和上司的提携，事业一帆风顺。财运方面，今年正财运势较为稳定，但可能会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喜欢超前消费，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还是踏实工作，好好储蓄积蓄的好。现在你们这个年纪是奋斗的年纪，不能活在安逸的环境里，平时要培养正确的消费习惯，不可有盲目攀比的心理，只有这样才不负这大好运势。属狗人今年健康运势较弱，今年加班较多，健康容易受损，平时最好提高工作效率，改掉拖延的习惯。1982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82年生的属狗人今年运势比较稳定。事业上今年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很快实现职位的上升，所有的努力终于有所回报。财运上，虽然今年偏财运势不好，但正财运势却是极好的，你们要好好把握好正财运势，努力多赚一点钱来弥补偏财的亏空。感情方面，今年属狗人跟伴侣相处和谐，很多家庭将迎来新生命的诞生，喜气连连。健康方面还不错，但也不可松懈，因为生病这种事情是不可预测的，说不定哪天不注意就生病了呢。所以平时多加注意，平时定期锻炼以及体检，提前了解好自己的健康状况，利于对抗突发疾病的干扰。1970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70年出生的属狗人运势相较于去年来说有较为明显的提升。无论是事业还是财运，或者是感情方面，今年都是顺风顺水的，可以趁着今年的好运势好干成好多大事。事业方面，今年有吉星的相助，无论是自主创业还是做生意，或者是上班族，今年事业将迎来高速发展，是收获的一年。感情方面，和伴侣关系融洽，事业的顺利让你们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孩子，不妨来个家庭旅游，不能放松身心，也能促进家庭和谐。健康运势方面，虽然今年稍有不足，但也无需太过担心，只要平时自己好好保养即可。1958年属狗的人，2020年运势。1958年出生的属狗人今年整体运势尚好，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遇见的各种人和事，早在生活的苦难中磨砺了心性，有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淡定及从容。财运上，经过前期的努力打拼，现在的你们也已经有了不少的积蓄，可能偶尔还能接济子女，但是还是会有不少结余。感情方面，今年跟伴侣的感情越发的好，需要好好珍惜。
健康运势方面，今年还是不错的，虽然偶有小病来袭，但只要平时注意保养和锻炼身体，小病基本能痊愈，所以不需太过担心。五行属性：虚土。生肖排行第11位。本命佛：阿弥陀佛。护法神将：伐折罗大将。幸运色：绿、红、紫色。幸运数字3、4、9。幸运水晶：紫水晶，碧玺。财位：北方、西北方。桃花位：正南方。禄合属相，属兔。三合属相，属虎、属马。相冲属相，属龙。相害属相，属鸡。相刑属相，属牛、属羊。属猪人2020年运程大全及破解。进入2020庚子鼠年，属猪人运势相对比较动荡。吉星方面有天德、月德、天喜等吉星照命，利于事业和感情运势。凶运方面会受到病符、亡神、暴败、卷舌等凶星的侵扰，对健康和财运极其不利，需要属猪人多加留心。事业运势方面，今年受到暴败和卷舌的影响，工作运势比较起伏。工作中容易受到小人的暗害，需要多留心眼。平时注意言行举止，不跟同事交浅言深，让对方抓住把柄或者软肋。卷舌预示会有口舌是非产生，工作中一定要杜绝这类事项的发生。另外，暴败会影响属猪人情绪，容易出现破财，进而导致心情低落。不过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今年事业上也会有吉星入命，比如天德、月德等吉星，一定程度上能化解工作上的不顺，还能带来人缘和贵人运，好好把握，事业定能有所收获。感情运势方面，受到天德、月德、天喜等吉星的加持，感情运势比较强势。天德、月德能给属猪人带来贵人运和良好的人缘，单身者今年在工作上容易遇见心仪的人，要及时把握。天喜是代表喜事的桃花星，能为属猪人带来旺盛的桃花运。单身者可利用这大好运势去寻找真爱，利于脱单。但是有伴的属猪人要注意，天喜带来的桃花过旺可能会有烂桃花伴随而来，今年要处理好与异性间的关系。结婚已久的属猪人今年可能会有外遇或者出轨的可能，建议凡事要三思，要想想家庭孩子，不要贪图一时的快乐而把整个家庭乃至婚姻毁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受病符凶星的影响，自身或者伴侣的健康可能会出现问题，要多花心思在家庭上。财运方面，属猪人今年财运较为动荡。正财运势方面，因受到不良事业运势的影响，收入不稳定。属猪人需要多在工作上下功夫，改良人际关系。同时，属猪人要注意，今年受卷舌凶星侵袭，容易别卷入是非口舌当中，轻者人际失和，重者可能会吃官非。所以今年行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要参与到口舌是非中，还有打架斗殴也不能参与，防止惹祸上身，导致破财。偏财方面，今年运势很弱，建议不要把过多时间放在偏财的赚取上，还是踏踏实实通过努力去赚取吧。此外，今年受暴败凶星的影响，可能有破财危机，想发财的朋友今年不可一意孤行，将过多钱财投入到资本市场上，可能会投资失败，导致血本无归。属猪人健康运势方面表现最差。受到病符、亡神等凶星的影响，身体健康不乐观。病符是对健康影响最大的凶星之一，流年病符入命，预示该年要破财消灾，花钱在治病的事情上很多，因病花钱是无法避免的。
同时会患有慢性疾病的危机，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和锻炼，不舒服的要及时救治，预防大病的产生。另外，今年由于事业会的挫折以及人际关系失和，属猪人情绪不稳定，容易给心理带来较大的压力，不及时化解容易伤及身心健康。总之，属猪人今年运势相对来说较为坎坷，需要多加注意，在生活和工作中要踏实努力，不要想太多，这样才能让整体越来越顺利。属猪人2020年事业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猪人事业运势将会面临挑战。由于受到暴败卷舌凶星的影响，有破财消灾的可能，事业运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对于工薪一族的属猪人来说，今年在工作单位里要多注意人际关系，不要将过多精力花费在不必要的周旋上。另外，不要跟周围的同事交浅言深，不可参与公司的八卦是非或者口舌中，容易给自身带来致命的伤害。同时也要格外注意自身情绪问题，事业不顺，情绪难免会失控，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工作要专心致志，平时可多做些清脑运动，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只有精神好才能更好的工作。经商一族的属猪人今年事业运势比较动荡，暴败会影响属猪人的事业运势，需要注意生意伙伴是否靠谱，或者公司内部员工是否忠诚，避免被人背后插刀。属猪人2020年爱情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属猪人感情运势不错。由于受到天德、月德、天喜等吉星的加持，带来了旺盛的桃花运势，使得他们今年的感情生活特别顺畅。单身属猪人今年桃花旺盛，且质量都比较正，有较大可能遇到喜欢的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今年遇到正桃花的概率较大，但不能保证遇到的都是正桃花，所以要仔细甄别，不要轻易交出感情。对于有伴的属猪人来说，有吉星的加持，今年跟伴侣的感情好，你们有很好的感情基础，经过长时间的相处，默契十足。虽然有时会争吵，但大部分情况都是良好的，不会影响到双方的感情。有伴属猪人今年要多珍惜这良好的感情运势，跟伴侣多多分享彼此的生活，尽量不要让婚姻生活变得乏味，一起探讨如何提升双方的相处模式。在探讨与行动过程中，双方感情势必也会得到巩固，这样有利于婚姻感情的良性循环。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猪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格比翼增情吊坠，比翼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士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猪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属猪人2020年财运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受众多凶星的影响，属猪人财运较为动荡。正财方面，由于受到事业运势的影响，正财运势不稳定。今年需要踏实努力的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升职加薪的可能。另外，工薪一族的属猪人流年受卷舌的影响，需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要让人际关系影响到工作，保证正财能有稳定的收入。偏财运势方面，受到暴败的突袭，相较于去年更加不稳定，还有可能会破财。所以属猪人对此不必抱有太多幻想，不要将过多的精力和资金投于此。如果市场动荡，可能会引起血本无归。对于经商的属猪人来说，今年财运较为动荡，需要注意身边的合作伙伴和下属，一旦发现不良要及时纠正。平时处事多个心眼，原则性问题上要强势点，不可温温吞吞或举棋不定，这样容易陷入被动局面。总而言之，属猪人今年财运动荡，偏财不要投入太多成本，
可以通过踏实努力的去稳定好正财收入，从而让整体收入保持平衡。属猪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桃运格金狮四神阵铜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属猪人2020年健康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由于受到王神及病符凶星的影响，健康运势低迷。病符是颗病星，容易使人生病。体质不佳的朋友，平时不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要提升身体素质。只有体质变强，才能更好的防御和抵抗疾病。当然，体质较好的属猪人，今年身体也要继续保养，不可掉以轻心。今年整体运势较动荡，属猪人情绪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及时调整好。面对动荡的局势，颓废消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应该试着转移下注意力，或多做些体育锻炼，让身心愉悦，从而抵抗不良情绪对身体的伤害。另外，王神入命，此神煞主心神难安，容易招惹是非和横祸，如果不及时化解，对健康极其不利。今年要小心各种意外伤害和是非口舌，酒色风月场所尽量少去，容易生病。少参加白事，以免不良风气影响到个人的身体健康。此外，还要注意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开车一族的属猪人士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桃运格卢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路路平安，大吉大利。属猪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生肖吉祥物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或者家里摆放，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属猪人今年可摆放一对桃运格龟和地吉琉璃摆件，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龟和地吉为一只乌龟在荷花丛中爬行，乌龟乃寓意长寿祥瑞之瑞兽，而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象征。乌龟和荷花传递着健康平和的生活态度与不折不挠的精神。龟和地吉为属猪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猪人在鼠年里吉祥如意、奋勇直前。同时，亦可佩戴一个桃运格龟和地吉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猪人可随身带一串桃运格银亥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不同猪年出生的属猪的人2020年运程。2019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程。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2019年出生的属猪人今年运势还是挺不错的。属猪小朋友比较聪明伶俐，比较好动，家长可以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多体验一下当下社会生活，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及创新精神。2019年生的属猪人，由于年纪太小，所以家长一定要照看好孩子，尤其是现在社会上拐卖孩子的事情很多，出门带孩子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健康方面，属猪小朋友今年身体很好，但家长也不能松懈，毕竟孩子还小，不能照顾自己。今年要多注意孩子的保暖问题，否则一旦受凉，很容易出现小病小痛。孩子生病如果不及时救治，轻者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或者行动力，重者会危及生命。家长要谨慎，不可拿孩子健康开玩笑。2007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2007年生的属猪人大部分已经进入初中，开始面临学习上的压力。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迷茫，因为这时是塑造价值观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会受到身边人或者网络不良风气的影响。所以平时要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读先哲的书籍等，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以后的学业和生活。
平时也可以多向身边德高望重的师长或者长辈请教，引导你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今年学习运势还不错，由于本身聪明伶俐，所以学习和接受新知识并不费力，可以利用这大好学习运势好好努力，争取拿下自己想要的分数。此外，你们也可以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陶冶下性情和情操，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感。健康运势比较弱，建议在学习之余要多加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和体质，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和生活。1995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95年出生的属猪人很多可能刚刚步入职场不久，整体来说较为顺遂。因为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贵人相助，所以平时要跟着贵人好好学习，虚心求教。当然也要处理好与公司同事的关系，不可跟以前一样自我。下班时候可以跟同事一起吃饭聊天，或者周末的时候约大家一起去游玩等，可以加深彼此间的关系。爱情运势一般，很多情侣都在毕业的时候分手，当然也有毕业后还属于彼此的朋友。如果是前者，要尽快从感情里走出来，好好工作才是正事；如果是后者，那就好好珍惜吧，尤其是异地恋更要多上心。单身者可以留意下身边人，有可能会发现不错的人。值得属猪人注意的是，今年你们的健康可能会出现小问题，睡觉吃饭要按时，工作之余要抽空锻炼身体，不能因为年轻就任性。1983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83年出生的属猪人今年运势比较动荡，特别是事业运势方面，今年在工作中将有许多问题和矛盾出现。受流年动荡运势的影响，今年工作压力较大，加上平时对人际关系的疏忽，遇见困难的时候根本没人愿意出手帮忙，凡事亲力亲为，甚是辛苦。感情运势也不佳，受到事业运势的影响，并没有太多心思放在感情上。单身者根本没空恋爱，加上感情不顺，很难遇见对的人。已婚者与伴侣间将出现矛盾，感情有变淡的趋势，要及时化解。健康方面也不如人意，忙于事业，身体吃不消，爱情不顺，影响情绪，整日忧心忡忡，健康容易出现问题。1971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势。进入2020年庚子鼠年，1971年出生的属猪人的运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事业上需要操心的事情较少，到了这个年纪的你们，大多事业有成，上班族可能是公司的领导，创业者事业走入高速发展时期，从商者生意大红大紫，根本没有什么担忧之事。财运方面，受到顺畅事业的影响，今年财运能够有较稳定丰厚的积蓄。喜欢靠偏财收入的朋友，今年将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股票和投资市场。感情方面运势还不错，这个年纪的你们应该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孩子了，除了个别例外，已婚者今年感情较好，并且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恋爱或者单身的要抓紧时间了，毕竟这个年纪也不小了，想要家庭的可以好好考虑。健康方面一般，可能会出现一些困扰，需要多加留心与改善。1959年属猪的人，2020年运势。今年对于1959年出生的属猪人来说，运势较为平稳，无论是健康还是财运或者感情方面都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平时只要好好经营即可。但今年也不应掉以轻心，需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凡事符合规律发展，不可逆势而行。比如退休在家的不能总在家里睡觉，要找点事情做；财运稳定的可以根据兴趣做些轻松的副业，不仅能打发时间，还能赚下不少钱。
感情顺畅的要更加珍惜这大好运势，可以跟伴侣去旅游，平时在家多与伴侣互动，互相帮助，感情一定会更好。最需要留意的想必就是健康问题了。这个年纪的一般是生病的高发期，而且一旦生病都是很难痊愈的类型，所以平时能注意就注意。要知道，老年人的身体不比年轻人，经不起折腾。五行属性：亥水。生肖排行第12位。本命佛：阿弥陀佛。护法神将：宫皮罗大将。幸运色：黄、灰、咖啡。幸运数字2、5、8。幸运水晶：玛瑙、黄水晶。财位：东南方、南方。桃花位：北方。禄合属相：属虎。三合属相：属兔、属羊。相冲属相：属蛇。相害属相：属猴。相刑属相：属猪。